苏如意是村里有名的恶妇，横行霸道，好吃懒做，看谁不顺眼都能问候对方祖宗八代，无理又俗得很。这次她听野男人的鬼话，偷偷翻出家里银钱准备私奔，结果被婆婆撞了个正着，婆媳两个就扭打到一起。苏如意仗着自己年轻力壮，直接把婆婆骑在身下殴打。幸好刘翠儿回来及时，一把将苏如意扯起来。张氏从地上爬起，拼命去抢夺苏如意身上的包裹，这拉拉扯扯的，苏如意就被撞在了门框上。我不是故意的呀，谁知道这 J2 脑袋这么软，咋一碰就没气了？他平时那么凶，不可能啊！真没气了？你没有搞错，这可是一条人命啊！教官府知道了，我们两个要下大狱吃牢饭的。苏如意这个女人身板子硬朗得很，肯定是弄错了。刘翠儿走向瘫软的身体，她还没有走到跟前，苏如意便动了一下，还活着，那就把她抬屋里去吧。头好疼啊！苏怡头痛欲裂的醒来，也就在同时，原主记忆如同潮水一样涌进大脑。又醒了呀 ，J2 就是命大，怎么撞都撞不死你呀！这些记忆到底是怎么回事？走马观花一样在自己脆弱的脑海中掠过，还知道疼，咋不疼死你？刘翠儿嘴上骂着，心里却又担心起来，不会撞出大毛病了吧？要真是那样，这 J2 能下床了还不剥了我的皮？杨苏如意醒了，你进来瞧瞧。很快，张氏走进屋子，床上的苏怡已经痛得眼睛紧闭，嘴角溢出艰难的呻吟。娘要不要给叫个郎中来？他不会有啥事吧？去吧，快去快回。刘翠儿刚跑出门，苏怡那股剧烈的疼痛终于过去了，浑身瘫软的躺在床上。苏如意，你少在这里装死装活，我跟你讲，你今天就是死了，那也是你自己活该。苏怡转头看到了床边的女人，心里蹬了一下，这穿着一身古老土气衣服是进入她脑海的那个女人的婆婆，还真的有穿越这等事情。所以出车祸之后，我在另外一个世界活了。她靠在床头，整理一下新鲜涌入脑中的记忆。现在这个身体叫苏如意，恶毒都不能再恶毒了。4年前朝廷大规模征徭役，商量后决定让老大留在家里照顾家中老小，老二和老三上战场。为了不让老三断后，凑了5两银子娶了苏如意回来。5两银子娶个媳妇算得上捡了大便宜。娶回来后，张氏就日着老三赶紧播种。刚开始只是想着给老三留种更重要，娶回家才知道这真娶了个祸害回来。她这个当婆婆的压根镇不住，这日子吵吵闹闹也勉强过着。直到3年前路多田烧山打猎掉下山崖，再也站不起来了。本来紧巴巴的日子更加捉襟见肘，苏如意越发来劲儿，时常站在大房门口骂路多田，还真是个废物，只知道吃，怎么当初不一下子摔死得了？苏如意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名字随便一取，动不动就骂蛋儿是拖油瓶。有一天晚上，蛋儿哭个不停，听哭声听烦了，他居然一脚把孩子踹地上去了，2岁的孩子直接摔昏了。后来请了郎中来看，醒来之后孩子就傻了。整理完这些记忆，苏怡只想说，这什么祸害啊，真是死得大快人心。但现在我穿越成为了这个祸害。正在这时，刘翠儿一脸嫌恶的进屋，身后还跟着个长胡须老头儿。胡郎中，你给看看吧，看他是不是要死了。胡郎中也是很厌恶这个女子，就是孩子被踹床底那次。苏如意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他是庸医，说不过摔了一下而已，被他这个庸医给治傻了。哼，这是咋的？被打的？不是，是我自己不小心碰的。刘翠儿看了3弟妹一眼，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也知道要脸了。要搁以前，保准反咬一口，诬陷我和婆婆要害她性命，根本不在乎是非黑白。胡郎中本想着这女人只要开口骂人，他就直接转身走人，没想到她态度尚可，他便开始给苏如意号脉，脉象沉稳有力，什么事情也没有。您给开2副药，她脑门上的包不管吗？等2天自己就消了，哪有那么金贵？听到了吧，啥事没有，你少叫唤。大嫂，我没叫唤。刘翠儿愣住，这女人叫我大嫂，她不是一直喊姓刘的吗？这真是磕出毛病了。还有大嫂，谢谢你了。刘翠儿一副见鬼了的样子，满眼怪异的退出门去。苏如意以前干下的那些不是人的事情，不管愿不愿意，穿过来这锅背就背了。既然拥有了这个身体，那就继承这个名字吧。苏如意走到门口，入眼的是一个不大的院子，一个小男孩坐在的上，手挖着泥土。这就是可怜的蛋儿了吧？小蛋儿看到他走近，呆滞的脸上居然慢慢的露出恐惧，然后哇的一声就哭了。可恶的原主，给幼小的孩子造成了多大的心理伤害呀！蛋儿，别哭，我不会打你的。苏如意正笨拙的哄着小可怜，张氏就从另外一间屋里冲了出来，一声怒吼：别碰我的蛋儿！你做什么？摔不死孩子，你是不是不甘心？娘，我没有，我就想看看蛋儿。哼，看啥？看他被你祸害成啥样了。张氏不想跟他多说，抱着孩子又回到刚才出来的那屋。苏如意委屈又无奈，事情不是我做下的，但是占了原主的身体，也就不能说那些跟我没关系了。这时肚子又咕噜噜叫着，凭着涌入脑中的记忆，他熟门熟路地走进灶屋。苏如意掀开锅盖，
锅里温着一碗说不上是什么的糊糊。这应该是给我留的，前头那个女人不是说了吗？叫我自己起来吃饭。他端了出来，此时饿得心慌，便狼吞虎咽起来。这米糊糊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味，就像是剩了好几天的菜热了一遍又一遍，馊又说不上是馊的味道，就是不好闻。但这具身体却很习惯这些饮食，根本没有给我细细品味的时间，就全部下了肚。苏如意在厨房里转了个圈，乱糟糟的，肉眼可见的到处都是烟尘，原主哥哥搅屎棍一样，在陆家上蹿下跳，弄得每个人心烦意乱，殚精竭虑。所以现在陆家人的心态都是有口饭吃，凑合着活就不错了，谁还有心情打扫卫生啊？改变陆家的情况必须从自己做起。以前看过一句话，女人决定家庭的风水，而厨房又是女人的风水宝地。说着便在门背后找到笤帚，厨房里面灰尘太大，他才扫了2下，满屋子灰土，呛得他咳嗽不已。这贱人又想做什么妖？他该不会把米缸里的米都煮了偷吃吧？这是他绝对干得出。然后就见他抓着笤帚从灶房蹦跶出来。这拿扫把能做什么？他难道在扫地？那懒得烧跳蚤吃的也知道拿扫把呢？不对，他拿扫把做什么？想到大儿媳刚才慌张的样子，张老太婆心也慌了。苏如意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大亏，果然还是想着办法折腾这个家是吧？苏如意看着双眼圆瞪的婆媳二人，捏着拳头一前一后跑过来。娘，大嫂，你们咋了？刘翠儿顾不得说话，先冲进灶房，提得老高的心脏一下子僵在那里。柴火堆放整齐后，灶房显得宽敞，还亮堂不少呢。地面一半干净一半脏乱，刚刚那女人真的在打扫。张氏也走到门口往里面看，婆媳2个对视一眼，又看看苏如意，没有吭声，冷着面又回去那屋了。这二人肯定又以为我在捣乱呢。苏如意啊，苏如意，你看看你活得多失败，现在还要我来擦屁股。灶房就这么大点地方，收拾起来还真不容易。地面一扫，飞起来的灰尘落得到处都是，所有的锅碗瓢勺都要重新洗。他把灶房里面彻底打扫一番，然后将锅碗瓢勺全都清洗了一遍，尤其是锅盖都包浆了，黏糊糊的。张氏和刘翠儿就躲在屋里，凑在窗前观察。2个人不相信苏如意这个女人碰了一下头就转性子了，绝对在憋什么大招。娘，我这心里咋这么慌？苏如意这是要做什么？她不会要我们全部人一起死吧？这太反常了。苏如意啥时候干过这么多活啊？事出反常必有妖。听说蹲大牢的死囚平时都不给吃，在上路前一天忽然就给安排上大鱼大肉。娘咋办呢？我死不要紧，我2个小的咋办？张氏被他说的心里也七上八下，见大儿媳这花没出息的样子，不由瞪了一眼。你怕什么？我就不信他能把天翻下来。今晚上我们几个轮流盯着他，看他耍什么花招。苏如意不知道婆婆和大嫂在议论她，只顾着专心干活。最后所有物件重归原位，她站在厨房门口，这样一打扫，灶房里面子变得干净整洁了，真让人心情愉悦。三婶，一个男孩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苏如意看去，是大郎领着弟弟妹妹回来了。他们4个背猪草的背猪草，背柴火的背柴火，没有一个是空手回来的。苏如意急忙上前帮忙，谁知道他这个举动把孩子们吓坏了，4个孩子都不由自主的后退，惶恐不安地盯着他。脑门上有个大包的3婶太恐怖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疯，这次发疯一定会要人命的吧？快放下东西歇着吧，你们辛苦了。4个孩子更加惊恐，3婶会这么好声好气说话，还会跟我们讲你们辛苦了？不可能的，她一定在心里使坏。现在这笑嘻嘻的3婶比她凶巴巴的时候更加可怕，因为想不通她心里究竟想做什么。4个孩子不敢跟3婶对视，埋着头小跑着进了灶房，谁知道一进去更加震惊了。这是我们家灶房，这么干净，比我们睡觉的屋都干净。刘翠儿黑着一张脸从屋里出来，一声不吭地走进了灶房。天哪，我们家灶房原来可以如此干净整洁的吗？进来就是一股舒服劲儿，心情一下子就舒展了。糟了，我忘记去挑水了，缸里的水叫我都用完了。刘翠儿却一个箭步冲到门外，赶在苏如意前就先抓过扁担提起水桶。我去，我怕你一头跌进井里淹死了。苏如意看着刘翠儿风风火火的背影，嘴角不由挂起笑容。大嫂到底还是心善的，她舍不得我这个病号去挑水吧。苏如意这个时候没有事情，便蹲到女儿的身边，和她一起将从山上采回来的野菜摘去枯叶烂叶。家里的人除了奶奶和大娘，其他人都怕3婶，连大伯都怕，我们这些孩子就更怕了，恨不得每天都逼着3婶走路。2个人挨得这么近，他害怕极了，偷偷抬头向旁边砍猪草的大郎求助。大郎也偷偷摸摸地往这边看。3婶今天是怎么了？还不如像往常那样呢，离我们远远的不好吗？人的情绪是可以让旁人察觉到的，苏如意此时察觉到的便是紧张害怕的情绪。大郎、妞儿，你们别害怕，3婶以前做的不好，以后会改的。
两个孩子听到三婶说话，一声也不吭，他们不知道此时自己该说啥话。苏如意也不再说话。哪有一个人的性子一夜之间就转变的？也没人敢信。话说出去了，后头的是慢慢的做，慢慢的让家里人知道，我确实改变了。刘翠儿挑着两桶书跑得飞快，满头大汗回到家时，居然看到苏如意在摘菜。这种事情向来是家里孩子做的，苏如意连自己的那份活都不愿意干，怎么可能去帮孩子干活呢？两个男孩在他旁边跟遇到要子的鹌鹑似的，那可怜样儿。刘翠儿看着来气，却也无可奈何。苏如意走进里屋，看到袋儿的瞬间，她一下子屏住了呼吸。这是什么？袋儿小小的身躯上布满脉络，密密麻麻，闪着微弱的光。只是这场景眨眼消失，我是不是自己眼花了？众所周知，老天爷让人穿越多半会赐他异能，刚才难道就是属于我的异能吗？他又看了看袋儿，可也不知哪个步骤不对，就是看不到了。袋儿看他这番挤眉弄眼，吓得嚎啕大哭起来。袋儿，别哭，你看是娘亲啊！听到孩子哭声的张氏用飞一般的速度冲了过来。你想做什么？有什么你冲着我老婆子来，不要对孩子下手。娘，我没有对他做什么，就是进来看他睡醒了没有。你没做什么，他怎么会哭？苏如意知道张氏在害怕什么，所以这番举动也能理解。想要化解苏如意与陆家人的矛盾，还需要时间。忙活了大半天的苏如意，肚子已经饿得叽里咕噜了，她便想要做晚饭，张氏却不许她动。正巧下地的李宝珠回来，张氏便喊她：宝珠，赶紧洗把手来煮饭了。被像防狼一样防着的苏如意，只好到后院将老掉的豆角摘下来。灶房里面所有的都焕然一新。娘，这是怎么一回事？刘翠儿挑着水回来，一边往水缸里倒，一边说：谁知道呢？那苏如意今天发神经了。她能有个什么好心？我跟你们两个讲，这2天都把各自的孩子看紧点，多留个心眼。我知道。娘，这是什么意思呀？他这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昨日将他打了，他心里8成变着花样要整我们。苏如意回来正好听到婆媳3人说的这番话，她咳嗽了2声，这才走进厨房去。娘，我摘了几管豆角，再不摘都老了。灶房里听到外头咳嗽声就没有再说话了。张氏看了他一眼，放那，宝珠，你明早煮稀饭的时候丢进稀饭锅里一起煮了。呵，我知道了。苏如意虽然知道这3人不待见她，但也一副察觉不到的模样，走上前揭开锅盖。今晚吃什么呀？张氏劈手夺过锅盖，熟都没熟，宝珠在地里干了1天活都没喊饿，就你饿了。张氏实在是厌恶极了这个小儿媳妇，半点好脸色都不愿意给。苏如意圆的怔了一怔，她脾气好，那是她情绪稳定，但不代表她没有脾气，喜欢逆来顺受。一直这样好脾气的面对陆家，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等到陆家发现我变好的时候，估计也已经习惯了打呀。那我在陆家恐怕再没有地位可言。既然原主天不怕地不怕，那现在的我是可以拿来医用的，好过自己被动冤屈。果然，见她的脸冷下来，张氏婆媳3人表情都有些不自然，如临大敌。娘，我今天做什么了？你偏要拿这副样子对我？做啥了？做啥了？你自己心里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就没安好心。大嫂，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谁没安好心了？那有啥好说的？你自己心里明白。行了行了，吵什么？马上都要吃饭了。更是赶紧和稀泥。令他们意外的是，今天苏如意居然没有继续纠缠。很快菜饭糊糊煮好了，刘翠儿拿了个大碗舀了一碗递给大郎，端着进屋里给陆多甜。盛到苏如意的时候，她停了一下，语气冲中带点怂：你自己舀还是我给你舀？麻烦大嫂了。刘翠儿将碗拿起来，心里稍微一挣扎，还是多舀了点米，怕她闹。等到所有人都端上饭了，苏如意开口了：我有话要说。准备狼吞虎咽的5个孩子又把饭碗放回桌上。原主说话还真是有威慑力，大家都不敢不听。这女人不会想说那包裹的事情吧？昨天好不容易从她手里抢下来的包裹给收起来了，里面的银钱是我们陆家的。这女人要是要回去，我们一家人就等着饿死吧。张氏皱皱眉，心里有些紧张，便也提高声音道：我今天也有话要说。娘，你先说，我再说。那今天就把话说开。苏如意，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们陆家，你想另外找个男人过好日子。老太婆我不拦你，你要走就走，但是家里的钱你一个铜板也别想带走。还有袋儿是我陆家的种，你也别想带走。刘翠儿和李宝柱2人相互对看一眼，又低下头。娘，我不走。不走就老实待着，反正1文钱也别想拿走。娘，你说完了，我就说了呀。张氏提着心，怕这女人说出什么麻烦话来。娘，这次我想通了，以前是我不好，是我做的不对，我先给你们赔不是，这就是我的家，我哪里都不去。她希望有个家。她还在现代做苏艺的时候，父母早就去世了，所以她很渴望家庭的温暖。你昨儿个不是还想拿着家里所有的钱跟人跑了吗？我告诉你，
你要命就把老太婆我的命拿去，家里1文钱我都不会给你。娘，我知道你们都不信我，但是这次的事情之后，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后我跟大家一道好好过日子。你在这里演给谁看呢？你这是……苏如意猛地看向他，刘翠儿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昨天都干一大仗了，今天就忍忍吧。张氏对苏如意的话自然不信，又不想跟他瞎掰扯，呵斥道：吃饭。娘，以后让大哥也出来一起吃饭吧，屋里头一个人吃饭多闷呀。这屋里最看不惯他的就是你苏如意了，你有那么好心？刘翠儿翻个白眼，我男人的事情要你管？他这番模样，好像对自己相公很是不在乎一般。初来乍到，又顶着原主的恶名，现在无论把话说得多好听，这一家人都不见得会理解。苏如意今天确实累了，泡了个热水脚，便回屋睡觉去了。张氏婆媳3人一直盯着她的一举一动。李宝珠打了个哈欠，今晚还得轮流守着，宝珠你先去睡，到时候我们叫你。李宝珠急忙点头，娘你也先睡，我守着。你可得盯紧了，一有动静赶紧叫我起来。张氏自诩经验很足，这苏如意肯定要趁着晚上搞点事情出来。苏如意往床上一倒就睡得人事不省了，她不知道整个晚上都被人盯着，这一睡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打开一扇门，门里面是一座小院，里面有一间小木屋。她正要瞧个明白，就听到了刘翠儿的大嗓门：都起了，什么时辰了都？她回头张望，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了。哎，原来是个梦，还以为老天爷赐了个空间呢。苏如意坐起来，就在她触摸到眉心的时候，眼前冒出一扇门来，她惊喜地推开门走了进去。门内景象竟与她在梦中见到的一模一样，院子挺大，有棵老树，还有一口井。她站在窗户边看向后院，正琢磨着这空间到底有什么奇妙之处，又听到了刘翠儿的声音：吃不吃早饭了？不吃我拿去喂猪了。虽然知道刘翠儿肯定不敢拿她的饭去喂猪，但她还是立即从空间里出来，看着这凭空出现的房门，抬手又碰了碰自己的眉心，房门不见了。这操作挺有意思的，说不准原主那一撞开了天眼什么的，下次见到蛋儿的时候也要碰碰自己的眉心，也许昨天看到的那神奇一幕又会出现了。陆家人围在桌边吃着早饭，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早饭居然推迟到这个时候了。苏如意看着张氏婆媳3人没睡好的样子，精神有点萎靡，她坐下端起自己的饭碗，先喝了一口米汤。这个比昨晚的吃着舒服些，要是再有个小咸菜就好了。张氏抓了个馒头给蛋儿，她却不愿意吃，张氏便自己咬了一大口，嘴里哼道：小年纪就知道挑食了，过几天想吃都吃不到。娘，你说过几天就没有馒头吃了？哼，要不是某人呐，我们家哪会这么寒碜？老的小的病的，都多久没吃上一顿饱饭了？现在可好，马上断粮了。那这2日上镇上去买些回来。这个不需要你操心。今年交了粮也不知道能剩下多少，说不定比去年还不如。这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男人是主要劳动力，如今家里2/3的主要劳动力上了战场，女人再能干，在心力上始终赶不上男人。奶奶娘，我今天跟着你们下地干活去，昨天扯了好多猪草，捡了好多柴火，这2天我都不用去了。地里多一个人干活，粮食应该就会多收一点吧。原主那个自私鬼，只顾着把自己的肚皮填饱，对家中的情况根本不关心。娘，天无绝人之路，想想办法一定可以吃饱肚子的。说得好听。我今天也下地，若不是来到了这个时代，真不敢相信吃不饱饭也可以是一种常态。既然已经做出决定，那就该为这个家一起努力。走吧，我们下地。刘翠儿喝了一声，又要说啥，被张氏一眼给瞪了回去。他要下地就让他下地，地里的野草都要比庄稼长得高了。大郎，你先把碗洗了，把猪喂了再下地。妞儿，你看好壮儿和希儿。大儿今天就放多田屋里看着。不行，多田哪能看得住，带地头去吧。现在他这种情况，能看得住一个3岁孩子就怪了。大儿虽然不会走，但会爬，万一爬丢了，可担不起责任来。这可是小叔子留下的唯一的种。大儿带地头更不放心，还是让大哥给带着吧。从原主记忆里了解到，虽然陆多田腿动不了，但是用手臂力量也能移动，基本生活可以自理。大儿傻了，只要给他够玩的东西，就能原地玩一整天。陆多田看着没有问题。他站起来就往刘翠儿那屋走。大嫂，我去给大哥说说，让他帮忙。其实他也是想看看陆多田的情况，正好摸摸自己的额头，看看有没有什么奇效。苏如意先敲了2下。大哥，我进来了。推门进去后，床上的人躺着，这么热的天气还盖着被子。他碰了下眉心，没有看到床上的人有什么异样，大概是因为盖得太厚了。大哥，今天没人看着大儿，麻烦你帮忙看一看啊。陆多田没动，苏如意就当他同意了，感激道：那就谢谢大哥了。陆多田内心复杂，掀开被子慢慢坐了起来。苏如意出去抱着蛋儿进来了。大哥，大儿就麻烦你了呀。陆多田手指有点颤抖，张了2次嘴，
才发出一个闷闷的声音。大哥，门给你开着呀，外头太阳好，你屋里待久了就到门口晒晒太阳。正要走，又想到了什么，很自然地将手划过眉心处，果然看到蛋儿浑身经脉闪着微光，他后脑勺的位置明显有淤堵暗淡之象，这种异象持续了2-3秒便消失了。苏如意若有所思地走了出来，刘翠儿有些走神，等到扛着锄头出了院子，才开口：你今天又唱哪一出？我瞧着太阳也没有打西边出来，你还知道关心家里人了？大嫂，大哥每天都躺在屋里对身体不好，怎么也该出来多晒晒太阳，不如找木匠给他做把轮椅。你咋好意思说出这番话的？你忘记你平日里是怎么辱骂他的？此时的刘翠儿对苏如意的好意根本不买账，只觉得窝火得很。几个人走了不多久，便来到了陆家田地头上。自家地里头跟别家的完全是2个画风，种的庄稼的还没有那野草长得好。张氏指着一边说：苏如意，你从这里干起，别给我把麦子拔掉了。苏如意答应了一声，盯着皲裂的田地。娘，该浇水了吧？说到这个，张氏就头疼，抬头看了看天，晴空万里，今天又是一个烈阳天。娘，我看最近也没有雨，都干了1个月了。我们非得等老天爷下雨吗？听说古代基本是靠天吃饭，但后来不是改进了吗？可以人为引水灌溉的。张氏小小的瞪了他一眼，然后叹口气：明天浇地吧。过了一会，大郎也来了，小小年龄干起农活来去的心应手，在地里顶着烈日干了没多久，苏如意便到树底坐了。刘翠儿一看苏如意偷懒，气呼呼地对张氏道：娘，你看他，看他做什么？只要没糟蹋我的麦子，他爱干啥就让他干啥。对这个喜，张氏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要不给家里添更多的乱，他就万幸了。都是当人儿媳妇的，待遇可半点不一样。有人好吃好喝，我就一天吃不好睡不饱，还要拼了命的干活。苏如意此时坐在地头怔怔出神，这地里的农活虽然不擅长，但也不是不能做。可是眼下陆家最本质的难题是如何解决吃饭问题。现在是7月份，再过1个来月就可以收获新的粮食，但还得向朝廷上交一部分，剩下的显然不够一家支撑到明年。回去之后好好摸索一下弓箭如何使用，这可能是让陆家翻身的唯一底牌了。早上离开家的时候看到蛋儿头部经脉淤堵，如果可以疏通的话，蛋儿会不会好起来？同理，如果能够治好蛋儿，陆多田的腿再次站起来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再想得远一点，如果能够治好蛋儿和陆多田，那么完全也可以以此为生。苏如意回神过来，这才听到刘翠儿大声的骂骂咧咧：大嫂，你是在跟我说话吗？张氏头疼欲裂，生怕和苏如意在地里头打起来，赶紧道：翠儿，做你的活，管他那么多做什么，都消停点，省点力气吧。刘翠儿不再作声，她还是有些怕苏如意的。苏如意拍拍屁股上的灰土，冲着地里喊：娘，我先回来呀。她前脚一走，刘翠儿后脚就把锄头狠狠一丢，吧嗒吧嗒开始掉眼泪。张氏心里也不是滋味，走到刘翠儿身边，将儿媳妇的头往自己怀里一塞，手掌在她背后大力拍了拍。翠儿，是娘对不住你，是娘让你受委屈了。张氏说着语气也有点哽咽。刘翠儿一听，赶忙露出笑脸：娘，我不委屈。哎呀，娘，他该不会回家翻银子去了吧？我咋把这个忘了？翠儿大郎，你们赶紧回去看看情况。不行，我也回去看看。Go。最后只有大郎和李宝柱留在地里。李宝柱心里叹气：唉，家里总是这样，庄稼能是弄好就怪了。大郎，我们家把借，今天多除草，免得明天浇水被这些野草吃了去。大郎点点头，两人都不说话，埋头干活。张氏和刘翠儿两个赶到家，一进院子就看到陆多田坐在门边晒着太阳。一见他二人，陆多田好像非常不自在一样，下意识就想回屋里去。晒着吧，多晒太阳好。苏如意呢？回来没有？陆多田看向苏如意那屋，意思是他回自己屋了。他看到你这样坐在地上，也不知道给你拿个板凳。我坐不住板凳，那拿个被子给你垫着也行啊。我没让。哼，你还帮他说起话来了。陆多田没再开口。行了，我随口瞎说的，哪还能指望他？婆媳二人见他盯着自己的双腿怔怔出神，心里顿时一阵酸楚。两人不敢在家里耽误时间，将屋里的那点银子掏出来藏在身上，又去地里继续干活了。此时苏如意在自己的空间里面，一早上没喝水的她感到有些口干，走到井边用手捧了一点井水放在床边，清凉甘甜，一口喝下，浑身毛孔舒展，疲惫好像都顺着毛孔排出体外了一般。这口井里面的水会不会有神奇的作用呢？他不由想到吃傻了蛋儿和颓废的陆多田。如果这井水能够治好他们就好了。他到后院去走了一圈，都是松软肥沃的黑土，大约有个200-300平的样子。后院那么好的土地，种点东西下去，说不定会有惊喜呢。昨晚摘豆角看到有些老了，仔细找找，说不定能找到完全成熟的种子。苏如意从空间出来，边到墙边拿篮子，一回头又看到陆多田，他低着头，显然察觉到了他的视线，整个身体变得僵硬不自在。大哥，现在太晒了，你到院子里的树下乘凉吧。
我把蛋儿也抱到树荫下面，你再帮我看着一阵，我自己还有点事情。不管陆多田同不同意，苏如意都把蛋抱到树荫下放着了。大哥，那就麻烦你了呀。道谢完就拿着篮子转到后院，进了菜地，在豆角地里找到几管变黄的豆角，拿进了空间，把豆角种子包出来，在后院随便挖了几个小坑埋起来。因为土壤湿润，所以他也没浇水。种好后他又出了空间，就站在门边观察院中树下的2个人，蛋儿自顾自地玩着泥巴，陆多田靠着树坐着一动不动。苏如意用手碰眉心，盯着陆多田的腿看了一会儿。他腿上虽然大部分经络都是暗淡的，但也不是完全不通，说不定还是有救的。打了招呼后，苏如意便出去找村里的木匠，问下给打造个轮椅需要多少钱。苏如意到的时候，李家敞着院门，李老头坐在院子里面捯饬瘸腿的凳子。李叔，自己一人在家吗？我给你们家带了2窝野菜来，晚上好下在稀饭锅里。李老头看了一眼，不搭理，自己埋头自己手上的活。苏如意拿着路边拔下的一把野菜就进了院子，将野菜放在桌上，走到老人家身边看他做活。李叔，你这边打一把椅子多少钱啊？这女人问椅子做什么？椅子能害得了人吗？他总觉得苏如意做啥事都是要去害人，外头传的都是他怎么祸害陆家人的事迹。不过既然人家问了，他也就顺口回答。那要看你做什么样的椅子，不一样的椅子有不一样的价钱。我要做带轮子的椅子。哼，原来是跑来打趣我来了。带轮子的椅子，那是椅子吗？苏如意看出老人家心里不高兴，猜想这个时代可能不存在轮椅这种东西，便笑着解释。李叔，要是没有这种东西，你就帮我造一个呗。你也知道我大哥他腿不方便，我想着有了这么一个东西，他坐在椅子上，用手转一转轮子，别的不管，至少在院子里面转一转，晒晒太阳还是可以的，是不？李木匠做了一辈子的老木匠，稍微一描述，然后告知用作何用，他心里便立即有了大致的雏形。这恶妇的想法还是不错的，但他能这么好，想着给陆家长子做点好事，不是说他被这个女人骂得跟龟孙子一样吗？苏如意从对方眼神和表情也猜得到自己不被待见，依然一脸笑容。李叔，你就给想想办法，这钱我们好商量，不如你先给说个价，我们回去好凑一凑。1两银子。老头儿随口一说，苏如意心里一惊，1两银子确实不便宜，不过人家把没造过的东西造出来，中间肯定不会太顺利，还要各种改善琢磨，好回去跟我娘和大嫂商量商量，可能要等段时间才凑得齐。李大叔，你先在心里帮我琢磨着，等我们凑够了钱，你再动工。说完就离开了李家。李老头则看向院门口，幸好我们家没有摊上这么个媳妇，要命的祸害，还做什么带轮的椅子？陆家现在的情况，能活过这个冬天，就算张氏能耐大了，可怜哦。往回去走的苏如意就在琢磨怎么搞银子，想来还是需要做点生意，毕竟没有别的来银子的渠道，等家里粮食出来去卖肯定不现实，家里都不够吃，那还能卖什么？山货，山里能得到的也都是野菜蘑菇之类，蘑菇在集市上面还是好卖的，但是这东西要雨后冒头，下雨之后家家户户都有上山采蘑菇的，平摊下来每家也采不了多少，拿去镇子上卖个180文都算是大收获了。那就卖些加工好的知识，好歹自己也是现代穿越过来的，在吃上面还是有搞头的。不过现在手头一个铜板都没有，问张氏拿钱不用想肯定没门，家里可以拿来使用的原材料几乎为零，还需要开动脑筋仔细想想。苏如意回到家，想到陆多田常年躺在屋里，突然在外头待这么久，可能会不适应。大哥要不要回屋去？你把袋搁我屋，我看着。苏如意就将袋抱起，走到屋里将人放下。那大哥，孩子拜托你看着了，我先回屋了。晚饭是苏如意用空间里井水做的，每个人端着碗筷都迟不动筷子，害怕苏如意在锅里放耗子药。苏如意察觉到他们心里所想，便端起碗来喝了一大口米汤。张氏看苏如意都吃了，便道：都吃吧，吃完了早早休息，明天还要给地里浇水呢。壮儿喝了一口米汤，直接惊喜道：娘，今晚上的饭好吃。刘翠儿吃着也觉得好吃，但她是不可能夸赞苏如意的。吃你的饭，那么多话。这饭变好吃了，大概就是空间里面的水吧。果然空间里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娘，我今天去找李木匠了，他说能给打一把带轮子的椅子，以后大哥坐着轮椅也能在院子转一转，还能跟我们一起吃饭。张氏埋着头不吭声。我也想有把椅子，让多田躺在椅子上面见光，晒晒太阳。可家里这情况，哪还顾得上椅子？能让每个人活命就阿弥陀佛了。地里的麦子收了，我看也撑不了多久，不如我做点小生意，挣点银子以防不时之需。什么做生意？那是寻常人能做的吗？大家都能靠做生意挣银子的话，谁还种地呀？这苏如意怎么可能会为了这个家去做生意？顶多就是想办法套银子罢了。娘，要么你拿点本钱给我。张氏立马翻了个白眼，
对，刚才怎么想的来着？到底还是为了套家里那么几个碎银。没钱，他拒绝的很是干脆利索。问张氏要钱是不可能给的，但还是想试试，多试几次，说不定就会依我了呢。那我再另外想想办法吧。大嫂，还得麻烦你跟大哥说说，我最近恐怕都没有功夫管蛋儿，还请大哥每天帮我多照顾着。刘翠儿看了他一眼，却没有拒绝。晚上苏如又钻进空间，空间依然亮如白昼。走到后院，他惊喜地跑过去，拨开叶片，看到了一个幼小的豆角管子。空间不愧是空间，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成熟了。明天再去搞些种子到空间里来种。在空间里闲逛许久，结果就睡晚了。第二天自然而然起晚了，又是在刘翠儿指桑骂槐的大嗓门声中醒来的。吃过早餐后，4个女人各自挑着2个水桶往地里走去。娘，我们4个人挑水，那要浇几天？该浇几天就浇几天。二嫂，你估摸着我们要浇几天才能浇完？娘都估不准，我就更估不准了。去年呢？去年人工浇的没有，浇了多久？去年也是浇了1次，就3个人，花了8、9天时间。苏如意哦了一声，浇个地要花那么长时间呀？很快几人走到了水井旁，张氏熟练地将水桶套上绳子丢进井里，一摆一晃，再转动手把将水桶提出来，2桶水打出来，头一个给了苏如意。苏如意将2桶水挂在扁担上，不便走，稳稳当当的。婆媳3人在后头盯着他的背影，仍旧是一脸嫌弃的表情。管他太阳从西边出来还是东边出来，他能消停的把这几天的水浇完了，我就谢天谢地了。我还真闹不懂他要做什么。昨晚上问了多田，他居然没有骂，还说了好几个麻烦了，你们说怪不怪？自己注意着吧，这个苏如意向来是个有心眼子的。婆媳3人也顾不上多说话，一个个挑上水就往自家地里赶，每人来回挑了3趟，累得气喘吁吁。娘，村里家家户户都这样浇地吗？那你还要怎么浇？来个神仙将水送到你地头上。老太婆是真的爱呛苏如意，苏如意也没生气。有啥不可以的？可以直接把井水引到每家每户的地头上呀，那多方便。一天天什么都不做，就嘴皮子厉害。要是我站在刘翠儿的角度，大概也会觉得有些空口说白话吧。虽然对古代农业发展历史不是特别清楚，但也知道翻水车的存在。如果能想办法造出翻水车，将井水引到各家地头，不仅自家用不着费这么几天的力气，也能造福村里的其他百姓呢。这一整天他真是一丁点的懒都没有偷。晚上回家前，最后剩了半碗水，张氏递给了苏如意。娘，我不喝。不喝拉倒，在镇上这么1碗水还得卖1文钱呢。娘，镇上的水1碗钱卖1文。这时苏如意的脸上染上几分笑意。这不是现成的货吗？还想着把水作为原材料加工制作成更复杂一点的东西拿去售卖，其实根本不用呀，直接卖水就可以。就这样浇了5、6天的水，终于浇完了。明天都歇着，歇够了再起床，喊大郎煮早饭。张氏有气无力地安排着。大郎，你这2日煮饭，家里还剩多少米面？奶奶，家里米面都空了。那明天还要去镇上买米面，这事情就是烫赶烫的，还想休息呢？休息个屁！娘，我去。苏如眼中灼灼有光。那你跟我去，让你2个嫂嫂在家里休息休息。娘，不如你也在家里休息一下，我自己一个人能行。张氏小小的翻了他一眼。我一起去。大郎，你明天早上起得早吧？一起来就过来敲敲我的门，我怕我起不来。大郎手足无措，便弱弱地答应了一声。苏如意进屋直接躺下了，也懒得洗漱了，实在是太累了。第二天，大郎起得很早，他将最后一点米和面都放进锅里煮了，从灶房出来，看了看3婶的房门，可他不敢去敲门。要是3婶又变回原来的样子，肯定会打我的。反正奶奶都没醒呢，那等奶奶醒了再叫3婶吧。张氏拖着浑身酸痛的身体也起床了。要是家里有个得力的男人，真想一觉睡到下午去。人老了，这胳膊腿就经不起折腾了。出门看到大郎在打扫院子，问道：大郎，你3婶起了吗？大郎急忙跑到门前小声敲门。3婶，用点力气，昨晚上没吃饭啊，喊个人都跟个姑娘家似的。大郎壮着胆子，敲门的手用力了些。三婶，我奶她起了。苏如意艰难地睁开眼睛。大郎，别敲了，我听到了。门外的大郎终于放心下来。3婶她好像没有生气，太好了。2人先吃饭，大郎端了饭给爹，又去叫弟弟妹妹起床，忙得跟个大人似的。苏如意看着大郎的身影，不禁感慨：这几天马大郎辛苦坏了。那是，我们浇水这几天，家里家外的事情都大郎操心着。我们该给他带点啥东西，奖励一下。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给孩子带东西，能养活命就行了。张氏呼噜呼噜地将2口糊糊喝完，2人一前一后地出门了。张氏气呼呼挑起2个大筐子，狗改不了吃屎。苏如意还是那个苏如意，也不知道帮挑筐子。苏如意也不是不想帮张氏挑筐子，只是对这边世界的很多日常习惯不了解。
一转头才看到张氏挑着2个空筐子，便上前接过来。我来挑。张氏自然不会跟媳妇客气，任苏如意把担子接过去，慢悠悠跟在后头，眼睛却在前面那人身上转悠。苏如意这几日跟变了个人似的，原本以为再能装的人装个2、3天也就装不下去了，可这都装了将近10天了，还是这样。莫非那天他说要好好过日子，是说的真心话？张氏想着想着，心里却越发没底。一直觉得自己算是个聪明女人，虽然镇不住这个苏如意，可她一撅屁股，自己8、9不离10就猜得到她想拉什么事。现在是真的猜不透了。苏如意走在前头，心中有些迫不及待地去寻找商机，再回头发现老母亲被自己甩开了一段距离，急忙放缓脚步。娘，我们再走多久才能到镇上？一点也不意外，张氏给了他一个嫌弃的眼神。你自己没来过镇上啊？问，有啥好问的？我忘了，平时也没注意时间。怎么着还有2里地，走就是了，就这么一条道，又走不丢。两人走在2米宽的土道上，显得有些孤寂。要是有车就好了，前世有2辆车，就养成了出门开车的习惯，到小区门口商店买个东西都恨不得开车。现在走这么久的路，想都没想过，等挣了钱一定要买个车，不管是驴车还是牛车，是车就行。以后估计要经常到镇上做小买卖的，有个车方便些。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两人来到镇子外头，镇门顶上木匾写着平安镇3个大字，有人蹲在镇门旁守着2大桶水叫卖着1文钱1碗水，1文钱1碗水。苏如意眼中放光，她就是来调研这个卖水生意的。今天天气热，张氏也早已干渴，见苏如意望着卖水的小贩眼睛放光，他嘴巴一撇，心里嫌弃，但还是走过去递了1文钱。来1碗。好嘞。小贩拿起旁边的大土碗，我碗里加满了水递过来。这碗不洗一下？刚刚前一个人也是拿着碗喝的，喝完就放下了。那么讲究，上茶馆喝去呀，3文钱1碗，又不是大户人家的夫人。张氏不管那么多，端起碗咕噜咕噜灌了半碗，剩下的半碗递给苏如意。苏如意端着这碗，她心里就挺膈应。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用一只碗，说不定昨天用了都没洗的碗，自己还要对嘴喝。咋了？大家都能喝，你就不能喝了？你金贵啥呀？苏如意无奈，将半碗水倒出去一点，就着倒出水的那个位置，将剩下的小半碗水喝掉。这水的味道比不上村里水井的味道，更加比不上空间里的井水味道，喝进肚里一嘴巴的土腥味。他心中有了底，卖水生意是能做的。叔，你是这镇子上的人吧？不是镇子上的，难道是你们村的？开口就呛人的人真的让人烦。进入镇子里后，镇子还是很繁华的，路边卖啥的都有。到了2点，张氏开口就问掌柜要陈米陈面，1斗陈米40文钱，1斗陈面35文钱。虽然陈米陈面发黑发黄，但比正常的便宜20文呢。最后陈米陈面的买了1斗，又买了2斗高粱面，这些可以叫一大家子吃上小半个月，1天2顿，3分饱的那种了。买完张氏就着急回去，一点也不想在这花钱的地方多留半刻。娘，时间还早，再逛逛吧。苏如意兴致勃勃地问道。有什么好逛的？逛了我也不会买，赶紧回，明天还下地。娘，明天我就不下的了呀。你为啥不下的？我有别的事，反正地里的活就交给你们了。张氏气得拍了一下大腿。苏如意还是那个苏如意，狗改不了吃屎，赶紧回。张氏生了气，说完就自己先往前头走去。回到了家，刘翠儿和李宝珠都已经起了，见他们回来，赶紧来搭把手。娘，米面的价格如何？还是那个价格，你们别闹我了，我回去睡一觉。哎娘，你赶紧回屋去歇着吧。大嫂二嫂，我也回屋休息了。刘翠儿假装听不到，只顾着把粮食口袋往灶房里面拿。李宝珠知道大嫂是故意的，尴尬地对苏如意笑笑。弟妹也累了，赶紧休息去吧。苏如意进了屋，打开空间门就进去了，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后院。豆角长势甚好，以空间的生长速度，完全可以解决家里蔬菜问题了。苏如意心中欢喜极了，伸手摘下几管，又想到自己现在要去睡觉，就停了手。路过小木屋的时候，随手将几管豆角扔在木屋角落里，一觉就睡到了晚饭时间。可怜的大郎又来敲他的门，敲一下喊一声三婶吃饭了。刘翠儿看着儿子这般模样，气不打一处来，大嗓门便吼开了。我咋生了你这么个窝囊儿子？你要喊就喊大声点，他还能吃了你。苏如意，你还吃饭不？苏如意一下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刘翠儿的嗓门像河东狮吼一般，将她从梦中惊了起来，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她冷着脸走了出来。大嫂，这几日没有跟你吵架，你是忘记我苏如意的性子了吗？我是说过以后要好好过日子，但不是说要做受气包。大嫂，你可别什么火气都往我身上发。好好过日子？你骗鬼呢？你今天不还跟娘说了明天不下地吗？这就是你说的好好过日子？凭啥你啥活都不干还想白吃饭？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呵呵，
你还有什么自己的事情要做？我看你是想去跟哪个男人厮混吧？刘翠儿嘲讽道。张氏将筷子拍在桌上，不吃就给我下桌。苏如意勾搭野男人的事情不是啥秘密，但咋能在饭桌上当着孩子们的面来讲呢？刘翠儿自知理亏，端着饭碗不吭声。苏如意看看一桌子老小，说道：我要做生意。想一出是一出，做生意是你一个女人家能做的吗？没事干你就老老实实下地。做生意的人那脑子可是相当灵活的，胆子也是很大的。我们平时上镇上去卖点东西，便觉得很困难了，要以卖东西为生，想也不敢想。娘，地里头的情况我也看到了，那些粮食收回来还不够我们自家吃，这样下去大哥的腿和蛋的病都要被耽误了。早些带他们到大地方去看大夫，说不定有治好的可能呢。我们家现在有几个银两我也不清楚，我看不能把眼睛都盯到的里头，必须想想别的法子。说到陆多田和蛋儿，张氏心中便涌起一股无力感。当初村里的赤脚胡郎中也建议带他俩去大地方看看大夫，可家里这么多人要吃饭，总不能为了2个人饿死一大家子呀。刘翠儿听到苏如意提及自己的丈夫，一下子也没有了吵架的劲头。还有可能站起来吗？若是多田能重新站起来，就是挑水浇地也能早2天干完呀。你别去搞那些没名堂的事情，要真为这个家好，就下地干活，争取多收点粮食。娘，反正地里的活你们也能干，不差我一个人，你们过好庄稼，我想办法银子，挣了银子就买一点猪油回来吃。太久没有吃油水，我心里潮得慌。这样一滴油水都不见的米粥吃了10天左右了，吃得满脸发青，肚子里面跟有勺子在刮油似的。上辈子吃减肥餐里面都还要倒几滴橄榄油呢。听到油，孩子们猛地看向他，在这刻甚至忘记了他是那个可怕的三婶。刘翠儿瞪了孩子们一眼，吃饭有一口饭吃，你们还不满足了？张氏对这个不靠谱的小儿媳妇是半点不指望。你爱干啥干啥去，反正别想从我这里拿钱，家里的东西也不准你往外头拿，都是我们老陆家活命的东西。劝老实巴交的农民改变思路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们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地吃饭已经成了骨子里面的一种习惯，更何况做生意确实有风险。苏如意便也不跟家里人多说，吃了饭就回屋进了空间。他一下就愣住了，木屋墙根处居然也有一捧鲜翠欲滴的豆角。这突然冒出来这么多是怎么回事？苏如意盘腿而坐，盯着小堆豆角出神。下午那阵确实进来过空间一次，走的时候往着墙跟前丢了几管豆角而已，这突然冒出来这么多是怎么回事？等一下，那豆角藤子上面的豆角该不会是反复长出来吧？他心中冒出这样的想法，急忙爬起来就往屋外冲到后院。我记得很清楚，这个位置豆角都摘下来了，可此时居然又长满了，这就是空间的神奇嘛。为了验证一下，他将上面的豆角都摘了下来，数量和前一次差不多，拿回到屋里放在另一边。果然2堆豆角的数量几乎无差。放下豆角，苏如意又赶紧回到豆角藤旁边查看，藤子上面又结满了豆角，前面摘掉豆角的瓣都不见了，这些豆角好像从一开始就挂在这里，始终没被摘掉似的。所以说，做物种在空间里就可以无限结果。这个发现给苏如意高兴的都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了。第一小堆豆角肯定不是自己放的，如果这空间里面除了自己再无别人进来，难道豆角是自己出现在这里的？太不合道理了。但这空间有啥合道理的？1天之内从种子变成藤蔓，结出新鲜豆角来合理吗？反复结出豆角合理吗？所以这豆角自己跑到屋子里面堆放着也不是不可能，说不定空间机制就是这样的呢。想了一想，转到后院去，从藤上摘了一管豆角，回到木屋扔进空筐子里。这是引子，剩下的就是等下次进入空间的时候证实自己的猜测对不对了。第二天起床后的苏如意又进入了空间，只有一管豆角的空篮子里面现在有了一小堆豆角。果然跟自己猜测的一样，只要在空篮子放管豆角做引子，成熟的作物会出现在这个木屋里面。从空间出来后，开门往院中一看，蛋儿坐在院子里玩石头，陆多田坐在门槛上垂着头。大哥，娘他们下地去了。陆多田有点迟钝的点点头。苏如意走到厨房，掀开锅盖，吃了一碗菜稀饭。想到今天要去镇上卖水，于是拿了2个水桶，1个碗放到空间里去了。从杏花村到镇子要1个时辰的路程，必须赶紧出门才行。大哥，我到镇子上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活路，蛋儿就交给你照看了呀。陆多田急忙抬头想说点啥，苏如意的背影已经在院门口消失。是我没用，要靠着家里几个瘦弱女人养着，去镇子上找活路，那哪里是一个女人家该干的事情？苏如意可不像陆多田那般满心悲观，出了陆家院门，他就跑得飞快，不久就看到前边的镇子了。他前后左右看了一遍，一个人也没有人，就快速进入空间，冲到井边，将打好水的桶挑起来便走出来，2桶水挑了好几百米远，终于来到了镇子口。
昨天那卖水的中年男人用一种敌视的眼睛盯着他。在这里卖水这么久，还没有哪个不长眼的敢来抢我的生意呢。苏如意当然感觉到了那不友好的目光，但她并不在意，将2桶水往地上一放。妹子，你这水卖的吗？一个妇人拉着一个男孩子走过来，苏如意心中一喜，但还没来得及张口应答。这边，上我这边来买水喝，我都在这里卖了多少年的水了。女人一听，拉着孩子就往那走去。你跟那女人问啥问？她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可在这里卖了多少年了，来来往往的村民都认识我。是，我不经常到这镇子来，不知道。2人喝完了水便进了镇子。苏如意走过去笑道：大叔，生意不错。做生意不是谁都能做起来的，女人还是回家带孩子去吧，瞎掺和什么？大叔，应该没有规定只准你一人在这里卖水，我也能卖的对吧？呵呵，你能卖起来就怪了，你又不是镇子上的人，白费这力气做什么？我是村里来的，这一条水走了好多路呢，卖完就回去了，就想着每天挣个几文钱就行，补贴一下家用。你另外找个地方去，这是我的地盘。这是镇子口，人来人往多了，大叔你说这是你的地盘？我先来的就是我的地盘。男人捏着拳头，仿佛苏如意再多说一句，他就要动手打人了。苏如意也是不好招惹的角色，眼前这小场面自然吓不到他。你说是你的地盘就是你的了，大叔，你要挣钱也不能管着别人挣钱吧？实在不行，咱们就把镇上的李正请来，让他给评评理。男人还想恐吓他，拳头高高扬起，苏如意不退，反而往前走了一步。你要打人？好啊，叫别人知道你一个大老爷们打个女人，看你以后还能不能在这里卖水了呀？那边有人来了，你快打呀！男人确实生气，但看到来来往往的人，他急忙把拳头收了回去。你这样做不厚道，我分明已经先一步在这里卖水了，你卖些别的，我也不说你什么。若这里有第2个卖水的，就有第3个，这生意还叫我做不做了？古代的商业没有现在那般内卷，这边有卖这个东西的，附近便不会出现第2个。我这样赤裸裸抢人家生意虽然无错，却不道德，还是不要破坏这种单纯的商业规则了。大叔，你说的有理，不过我也是有苦衷的，我现在身上1个铜板都没有，卖掉这2桶水挣几文钱，我就不跟你争了，行吧？这样，我把我的水提过来，大叔你卖我收钱，卖完我就回去了，别人也不知道是我的水，不影响你以后做生意，怎样？天，我先卖你的水，卖了你就赶紧离开。可以。2人达成共识。苏如意带来的2桶水卖得出奇的快。大兄弟，今天你这水怎么这么好喝？男人哈哈一笑，他喝，你每次来都喝上1碗呗。苏如意站在几步开外，默默地观察这一切。1个时辰不到，2桶水就空了。男人愁了个没有人的时候，将苏如意的2只空桶粗暴地往他身边一放。卖完了，一共是42万。瞎说什么？一共就35碗，你还想跟我多讹钱？男人嚷嚷着，从腰上的钱袋子数了30文钱出来。5文钱就当是我的辛苦费，天底下哪有给你白干活的道理？让钱赶紧走。苏如意没有伸手去接那30文钱，呵呵笑了一声。大叔，你这样做不厚道了吧？我在旁边数的分明就是42万。放屁，我卖的我还能不知道？这30文钱你要不要？苏如意提起2个水桶走到男人摊位旁，一手抓着男人的水桶往旁边微侧，将水倒进他自己的小水桶里。你干什么？大叔不要紧张，你不是说前面就卖了35碗水吗？我不服气，我卖给你看到底是多少，你在旁边休息就好，我来卖，免得累着你。走，你一个女人会什么？拿了你的钱赶紧走，别耽误我做买卖。有人来买水了。苏如意对着前来的2个男人扬起笑脸。2位大哥，来玩水。2个男人觉得小娘子出来做买卖比较少见，还热情好客，瞬间就给人好感。来2碗。好嘞。2个喝完水离开后，苏如意拿出刚刚挣来的2个铜板。大叔，你看是这么做买卖的吧？你就放心在旁边休息。2碗水了，我数着你也数着，看2桶水到底是多少碗水。想占便宜，那要看我答不答应。你来的时候哪有这么多水？这都漫出来了。就是这么多，我自己挑来的，我能不知道？苏如意说完不再搭理他，对着从镇子里撵出来的人热情招揽起来。婶婶，渴了吧？喝完水再赶路吧，喝饱了走路都轻快。大叔，喝完水吧，1文钱不贵。大哥，给媳妇买碗水喝吧，你看她热得满头是汗的。经过一番热情体贴的叫卖，很快2桶水就卖完了。这女人太厉害了，比我卖的快多了，2桶水卖了50碗。早知道这女人说是42碗的时候，我就不吭声了。现在怎么算都是亏了好几文。苏如意把赚到的铜板放进袖子里面的暗袋里，心里成就感满满的。卖都卖完了，你能走了吧？大叔，辛苦费就不给你了，我自己卖出来的。你自己说的，明天就不来了，你说话算话吧。行，就算来了我也不会卖水，不跟你抢生意。
苏如意挑起2只空桶往镇子里面走去。昨天来的时候，婆婆都没让我多看几眼，今天自己来了，就好好转一转。路过卖鸡蛋那人面前，她忍不住停下脚步。以前每天吃一个鸡蛋，来到这里已经忘记鸡蛋是什么味道了。小娘子买几个鸡蛋回去呗，你瞧瞧多大的个儿，新鲜的很呢。怎么卖啊？不贵，3文钱2个。苏如意看着胖鸡蛋，心里很纠结。我回去的时候，婶子你还没卖完的话，我就买几个。她又慢悠悠到处去转，肩上还挑着2个空桶。50文钱是全部家当，不能像前世似的，想怎么花怎么花。陆家人缺油水缺得太厉害了，1天2顿吃不饱，还不见由心则。这样下去，谁的身体能扛得住？但要先想想明天能做什么买卖，买足材料，剩下的钱才可以给家里买东西。总觉得自己有1万种致富的办法，但是细细一想，哪有那么容易的？而且用50文钱开始一场创业确实有些困难。突然，他想到了空间里的豆角，可以卖菜啊！只要在空间里面多种些蔬菜，就可以零成本的从空间提货，这样就稳赚不赔了。村里人家家户户都种菜，都会留种子，相互之间还会交换自己没有的种子，回到村子可以去跟村民们要点。那这50文可以全部买肉买油，想想就高兴。方向明确后，他没有着急去肉铺，而是一个人将整个镇子逛了个遍，一边逛着一边想着哪些是家里需要买的。苏如意逛了一圈，最后只买了一个粗粮馒头，一边啃着一边往肉铺走去。很快苏如意走到了肉铺，没想到肉价这么高，猪油和肥肉是一个价钱，40文一斤，瘦肉要便宜一点，35文一斤。本想的买一点肉，剩下的都买成猪油，一看这价格，全都买成油吧。再说吃油扎眼的解解馋，以后挣了钱再买肉吃吧。屠夫切下一块白花花的猪板油，往秤钩上一挂，48文钱的，油多不少，还要别的吗？不要了。从肉铺出来，苏如意就直接回去了。回到陆家的时候，张氏正在院子里洗脚，刘翠儿正在粗暴地给壮儿擦脸。娘，苏如意这次该不会真跑了吧？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啊。你男人不是说他上镇上做买卖去了吗？他是那么跟多田说的，可谁知道呢？我看他就是跟野男人跑了，随便扯谎骗我们。那就是跑了吧，可他手头又没有银子，人家能要他？再说我今天遇到刘麻子了，刘麻子都在村里，苏如意能跟谁跑呀？苏如意站在院门口，听到了里面2人的对话。刘麻子，对的，原主的记忆里有这么一号人。刘麻子一个人过得又懒又潇洒，性格和原主倒是挺像的，2人就偷偷摸摸的眉来眼去。只不过原主也是个有心眼的，他不追求什么爱情，不过是被刘麻子家的几两银子吸引着，想跟过去每天吃顿饱饭。里面刘翠儿凶巴巴的催道：“大佬，赶紧带弟弟睡觉去。娘，我今天不知道怎么的，心里头一直慌。”你也有这感觉？苏如意那贱人该不会出啥事了吧？站在院门外的苏如意听到这里，不由情绪复杂。这婆媳2个嘴巴虽然坏，心里还是担心自己的，就是一口一个贱人太难听了吧。抬手敲门喊道：“娘，快开门，我回来了。”刘翠儿一个快步就走过去开门。你还知道回来？你咋不跟野男人跑了呢？大嫂，我去镇上买了些油回来，今晚上熬。水桶递到自己面前，刘翠儿下意识就接住了，脸上却是一片愕然。这个苏如意，她居然会为家里买东西，还是买油？不对，她哪里来的钱呀？张氏心里跟刘翠儿想的差不多，一时不知道要先回屋里数她的钱，还是去看看是不是真的买回油来了。就听屋里面大郎尖声叫起来，壮儿也跟哭嚷，声音里满是恐惧。院子里面3个女人听得头皮发麻，急匆匆地往大房屋里去。屋里乱成一片，刘翠儿将陆多田的头抱在怀里嚎啕大哭，张氏则从陆多田脖子上解下腰带，哭得喘不过气。苏如意扫了一眼，联想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把人放地上。刘翠儿一听，马上把陆多田从炕上抬下来，放平。苏如意一边指挥，一边伸手探陆多田的鼻息。咋办？咋办？刘翠儿哭泣着催促。去喊郎中。苏如意跪在地上，双掌叠放在心口向下一拳的位置，用掌根按压。张氏好像清醒了些，转头对大郎道：“对，大郎，去喊你胡伯伯。”苏如意下按下去，仿佛听到什么咔嚓了一声，忘了自己这副身体的力量了。正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陆多田开始咳嗽起来。刘翠儿抱着陆多田，一边嚎啕一边大骂：“你咋这么不是东西？你就这么走了？你把啥苦都留给我一个人啊？你把我们娘几个带着一起去死！你这个死人呐！”陆多田从茫然中回神，也开始哭起来。翠儿，你让我走吧，我拖累你们了。我走了，你们还能多吃一口饭。放狗屁！家里就你一个会喘气的男人，你就是躺也给我好好躺下去。你要死了，我们陆家真是孤儿寡母了。你是个男人就好好活着，看着你2个儿子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张氏骂完也绷不住了，抱着儿子再次大哭。苏如意怀疑自己刚才压断了陆多田的肋骨。娘，你别乐着大哥，他喘不上气。
苏如意提醒一句，张氏才勉强松开一点。苏如意又看看屋子里面，大人们哭得不能自，小孩子们也是手足无措，满眼恐慌地站在门口。陆家没有一个主心骨，没有一个主持大局的，遇到事情就不管不顾的慌了手脚，这样的家庭就算能勉力存活，也会活得非常艰难。不一会，胡郎中来了。胡老郎中被大郎连拉带拽的一路小跑过来，此时面色很是复杂。这陆家还能行不能行了？3天2头都是事。他翻了翻陆多田的眼皮，又号了一下脉搏，没啥大问题，就是身虚体弱，营养不良。胡大夫，我们家多田没事吧？你们不是自己瞧见了吗？养着吧。胡大夫，你给瞧瞧他胸口是不是骨头断了？苏如意话一出口，张氏和刘翠儿齐齐地望着他。咋会骨头断了呢？胡老郎中伸手摸了摸陆多田的胸口，陆多田面无表情的脸上开口道：没事，一点事都没有，胸口确实隐隐作痛。三弟妹这样一说，可能骨头真的断了，我这不是给家里人找事吗？胡大夫收回手，又看了苏如意一眼，确实断了根肋骨。那断了要咋整？肋骨断了不算啥大事，躺着好好休养，吃点好的。你们把他咋的了？怎么肋骨还断了？刚刚那会儿苏如意就在这个位置狠狠地压了一下。不错，心口位置乃全身经脉交汇之处，按压得当确实可以救人。刘翠儿怒气上头，正要发作的时候，一下子顿住了，艰难地变换自己脸上的表情。胡大夫拎起自己的药箱就要回去了，苏如意追在他后头。骨头断了不做什么处理吗？也不用吃药。用不着，好好躺着，时间久了自己就长起来了，能给吃好点就给吃好点。有什么需要忌口的吗？还忌口呢？你们家能让他每顿吃饱了就是好事，哪还有那么东西让你们忌口？也是，天天都是菜糊糊，还忌啥口呢？鸡汤是能喝的，鸡肉也是能吃的，对吧？行，那我们知道了。大郎，送胡伯伯回去，帮胡伯伯拎药箱。多谢胡大夫这么晚来出诊，我们女人不方便，让大郎送你回去。这个苏如意今天很是不同，平静镇定，和陆家其他3个手足无措的女人不太一样，只可惜这不是个向着陆家的。大郎跑了出来，将药箱从胡大夫手臂上抢了过去。苏如意看着这才10岁的小男子汉，转头又叫了牛儿：牛儿，你跟哥哥一起送胡伯伯回家，快去快回，我在院门口等你们。胡大夫和大郎牛儿往院门外走远后，苏如意回到大嫂那屋。娘，嫂子，你们陪大哥说说话，我带2个孩子在院门口等大郎他们。大哥，你啥也别想，心里有啥话就说出来，别憋着。苏如意带着2个小朋友走到了屋外，他俩有些被吓住了。没一会儿，李宝珠提着桶从屋里出来。如意，这桶里的是猪油吗？我今天去镇上正好买了些回来，家里好久没吃油了。二嫂，你拿去灶房熬了吧，这么热的天放到明天该坏了。可他看了看大嫂那屋，现在去熬猪油，这合适吗？大哥心里该怎么想？那边都人命关天了，他还净想着吃一样。人家胡大夫都说了，大哥断了骨头，要好好补补。好，希儿跟娘去嘛。希儿立即跑过去，壮儿也是一脸渴望地望着二婶。苏如意笑着对壮儿道：去吧，跟希儿妹妹一起给二婶看着火。苏如意站在院门口好一会儿，才看到2个小子前后跑着往这边来。三婶回来了，将胡伯伯送到家了吗？送到家了。三婶，这是胡伯伯给的。大郎从怀里掏出2个鸡蛋来，鸡蛋掏出来他就有点后悔，最后还是递给了苏如意。站在后头的牛儿有点迷茫。在路上大哥不是说了，这鸡蛋绝对不能让三婶看到了，要偷偷给奶奶或者给大娘，这怎么？不过大哥都掏了，我也不能落后。他从怀里掏出1个，交到苏如意手里。这里还有1个，也是胡伯伯给的。苏如意摸着3个鸡蛋，有些感动。虽然只是3个鸡蛋，也是人家的一份心意呀。挺着一把老骨头出诊，1分诊费没收，还倒给3个鸡蛋，很是善良了。他又将3个鸡蛋还给2个男孩，拿去灶房让二婶放好，明天吃。以前家里好东西但凡到了三婶手中，基本是拿不回来的。没想到三婶好像真的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你们困了吗？困了就先去奶奶的屋里睡觉吧。还没困，那就等吃了油渣再睡。我们去灶房看看猪油熬的怎么样了。猪油、油渣。2个男孩的眼睛亮了一下，但没有持续多久，又慢慢的暗淡下来。灶房里面，李宝珠在锅旁操作着，2个蹲在灶堂前边的小朋友帮忙烧火。大郎和牛儿往锅里望去，真的是熬猪油呢，好香的味道，锅里已经出油了，亮晶晶的。苏如意站在2个大孩子后边，也往锅里面看了看，这油香的味道真诱人啊。二嫂，那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去娘他们那里看看。好，尽管交给我就是。苏如意从灶房出来，看到院中树下的桌边坐个人，她走到桌边，在婆婆身边坐下。娘，大哥他现在如何了？张氏正坐在桌边愣愣发呆，一阵晚风吹来，有些凉意。要下雨了，这鬼天，咋的不早下几日，老娘的腰都要断了。反正我们前边也没有浇透，这再连上一场雨也挺好。娘，
我大哥今天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还不是你？我今天可都没在家，怎么跟我扯上关系了？对，就是你。今天你离开家的时候说去找活干，他就被刺激到了，觉得实在对不起家中的女人们，白天的时候要守着小蛋儿，不然他早早自我了接了。他这屋是炕屋，连个床头都没有，他又没有能耐把绳索抛到房梁上去，试来试去，就把裤腰带解下来，在脖子上绕了几圈，打算勒死自己。后来就迷迷糊糊了，再醒来，他发现自己又活过来了。苏如意听得又好笑又心酸，幸好没有床头，否则的话，陆都田恐怕真的就去了。你大哥现在捡回一条命，但他还是不想活，这该咋办嘞？人家胡老头还说要补，家里就3只鸡，1头猪。张氏顿了一顿，心里冒出要宰猪的念头。虽然还是半大的猪仔，还是能卖到些钱的，可这猪一卖就得了现在，往后呢？娘，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我们陆家一条心，哪有过不去的坎？明天先宰1只鸡，给大哥炖个鸡汤吧，反正这3只母鸡一个都不下蛋。张氏瞅了一眼苏如意，还知道一家子一条心就没有过不去坎的道理呢，真不像他说的话。但此时他说出这样的话，倒挺叫人舒心的。行，明天宰鸡吧。张氏有气无力的道。这会儿空气中飘来了油香味，张氏这会儿才闻到。晚上大家都是吃了油渣才去睡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果然下雨了。苏如意起床后就进入了空间，里面还是老样子，阳光和煦。苏了一管豆角进篮子，又将篮子放回木屋的角落去。回到外面世界，他房门被敲响了。三婶，吃饭了。行，你先回去，我这就去了。大郎应了一声，折身往屋里跑去。大郎今天的状态和以前不同，至少面对我这个三婶的时候，没有以前那么小心翼翼了。苏如意到屋里面，大家都坐下了，但不见刘翠儿。大嫂不跟我们一起吃？嫂子和大哥的饭都端屋里去了。大嫂现在时刻不敢离开大哥身边，今天他见的时候，一双眼睛又红又肿。饭还是以往的饭，青菜、糊糊，唯一的区别是糊糊上面飘着几个油珠，尤其亮眼。我去拿油渣，每人吃1块。李宝珠不知所措的看看婆婆，又看看弟妹。苏如意，你可别闹了，就那么点油渣，你要马上吃完啊？这日子还要不要过下去了？过日子当然要过下去，买回来的东西就是吃的，我去拿来，大家都吃一点，补补油水。苏如意在灶房找了一圈，没找到油渣，连装油的罐子也没找到。这么贵重的东西，以张氏的性格肯定说他那屋藏起来了，到底还是穷惹的祸。要是家里常年都有猪油和油渣，所有人都能吃得饱，就没人会想着跑去偷吃了。苏如意上前就给张氏捏肩，一边捏着一边笑嘻嘻道：娘，你把油炸碗放到哪里去了呀？我们都多久没吃到油了，就给我们吃点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还净想着吃。不怕，天塌下来了，有高个子顶着。高个子在床上瘫着呢，谁给你顶着？苏如意笑道：娘，我个子也挺高的，大哥顶不住，我顶。张氏扭头严肃地盯着苏如意，苏如意见状也不再捏肩，回到自己位置坐下。娘，没有好身体是不行的，家里大人小孩都该补补身子，这东西买回来就是吃的，钱没有了咱们想办法挣就是了，对吧？老三家的，今天我就给你交个底吧，家里总共也拿不出几个钱，你要以为家里还藏着银子，我可以拍着胸脯对着老天爷发誓，没有的，陆家没银子了。他说的这话，不就是想要当家长钱的意思吗？人人都以为当家威风，有银子花，放在别个家里确实是这样，可放在我们陆家就不是这样了。自从2个儿子去打仗，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经常半夜爬起来想日子该怎么过下去。要是可以，我也不想当家，可我不当咋整？多田是个闷葫芦，在外人面前一句整话都说不利索，这家咋敢交到他手里去？大儿媳刘翠儿能干归能干，可惜没有治家的本事。二儿媳性格懦弱，让她当家那还不如直接给根绳子全家一起吊死呢。三儿媳就更不必说了，这家交给她全家怎么死都不知道，一个都靠不住，害死了陆家子孙，我都不好意思上阎王殿见陆家祖宗。再说自己不是还没死吗？让小辈长家也不合适。苏如意和李宝珠都听出了张氏话语背后的意思，李宝珠手足无措的想要打圆场，我们还是吃饭吧。但苏如意却不想转移话题。娘，我知道咱们家没啥钱了，你放心，挣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你想办法？你能想到什么办法？办法多的是。对了，我昨天去镇上还给大哥打听到一个活，边框子，人家要好多呢，算起来也能挣不少钱。边框子，一提到这个张氏脸色便发青。陆多田以前就学过边框子，为了学边框子弄得院子里都是藤条，但几天下来也没出一个成品。苏如越看越觉得不顺眼，上蹿下跳的咒骂：你怎么这么没用，搞这些丢人现眼还挡着我走路，别干了算了，反正也搞不出来，浪费东西。陆多田被骂怕了，什么都不敢做了，最后边框子的事不了了之。现在苏如意居然还好意思自己提起来。苏如意感觉张氏面色不对，脑中一动，
便也回想起原主干的那些破事。不得不说，原主就是个害人精。娘，这个事情我自己去跟大哥说。你要说得动你大哥，我亲自去给你端油渣碗，你想吃多少都行。苏如起身就出门，回头道：娘，我去说了，你去拿油渣碗呀。李宝珠望着苏如意，直到她背影看不到，又回头愣愣道：娘，让他去说，他说得动就把油渣都给他，本来也是他买回来的。多田看那样子还想不开，要是苏如意真的说通他了，能叫他安心活着，再给家里挣点钱，一下子做了2件大好事，那油渣给他不心疼？娘，我不是心疼弟妹吃油渣，我觉得该她吃。娘，弟妹跟以往不同了呢。搁以前婆婆这样说话，苏如意保准已经跳起来指着鼻子骂了。今天她脾气真好啊。我也觉得三婶变了。小孩子知道什么？大郎不服气的嘟囔一声：就是变了呀，好多天都没有骂过我了。吃你们的！张氏放下空碗，起身走到门口，望着自己大儿子那屋。也就片刻时间，苏如意就从那屋出来了，脸上还挂着笑。娘，油渣呢？我跟大哥都说妥了。宝珠，你去我屋里拿油渣碗出来。婆婆也反常起来了，居然没有先去大哥大嫂屋里问问情况，就这样信了3弟妹，这还是头一次。爹，我这就去拿。李宝珠端着油渣碗回来，往苏如意跟前一放，对几个小的道：赶紧吃，今天怎么磨磨蹭蹭的？李宝珠自然也是知道孩子们在想什么，催促了一句，多的也不好说。弟妹你先吃，我也去大嫂屋里看看。二嫂，苏如意从油渣碗里挑了一块大的油渣送到她嘴边。你先等一下，把油渣碗给大哥大嫂带过去。说着，飞快地给5个小朋友碗里都放了一块油渣，最后给自己碗里也放了一块。昨天买回来的猪油，也就熬出这么一点油渣，一小块油渣根本解不了馋，不过也足够让大家的心情愉悦起来。将碗往李宝珠手里一塞：二嫂，你快去吧。李本了一声，端着碗就往大哥屋里跑去了。你们快吃，吃完了去捉鸡。三婶，捉鸡干什么？你们奶奶昨晚说了，今天杀只鸡给你爹补补。要宰鸡？大郎不相信地问道。家里那3只鸡从去年喂到今年了，奶奶一直念叨着说今年秋天要卖了换点粮食回来，所以家里人都不敢想要吃鸡。吃完后，大郎将碗往桌子中间一推，剩下几个孩子一看，也跟着大哥也往外头跑。出了屋子，几个孩子直接跑进了陆多田那屋。张氏吓一跳：你们咋啦？三婶又骂你们了？不是，三婶让我们去捉鸡。今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在纠结那鸡要不要宰，这会儿过来看多田情况，感觉也不是特别要紧。捉鸡做什么？给大伯补身子呢。刘翠儿低下头去不作声。多田的身体是该补，可家里这种情况，还是让婆婆定夺吧。床上半躺着的陆多田心里个机灵，不宰，我这身体吃了也没用，不吃也一样会好。一只鸡拿到镇上去卖，怎么也是50-60文起价，换成粮食够我们一家凑活3天了。那到底宰还是不宰？虽然可以换回更多的粮食，但肉就是肉，补得很狠呢。他这身子吃粗粮到底成不成？娘，那鸡卖了买粮食吧。那就买粮食吧。苏如意抱着袋儿出现在屋门口。娘，你们都在这里呀，我还叫大郎抓只鸡呢。你大哥说了，不吃，卖了换些粮食回来吃9点。那怎么行？上京动谷不吃点肉好不了，卖粮食的事情再说。大郎，你去抓不？你不去我就去抓了。大郎本已经不抱希望今天宰鸡了，年大大看向三婶。好吧，那我去抓这胖点的吧。你别去，大郎你去抓最轻的，养1年多了，也不指望还能长胖了，胖的先留下。3个孩子欢呼着冲出门去，张氏板着脸说不出话。李宝珠双手搅在一起，想到了什么，赶紧道：我去灶房洗碗去了啊。弟妹，鸡就不宰了，明天拿镇上卖了去吧，我就这么个废物。说啥呢？大哥，家里还指望你挣大钱呢，那几10个筐子编出来，那不就是好几百文钱？苏如意，你说的那个事情是真的，不是骗我家多田的吧？骗你们做什么？大哥你赶紧养好身体，就准备开工了哈。陆多田眼睛有了跃跃欲试的光芒，但还有些担忧。我不会呀，虽然以前学了点，但也没学会。要不是之前苏如意从中作梗，多田早已经成师傅了吧？怎么会躺在床上变成废物呢？但现在想那些也没用。再说现在他还帮了我们，以前怪我不懂事，还请大哥大嫂不要怪我。大哥你只要愿意做这个，我找人来教就是。苏如意这么一句道歉的话，戳中了他们心上的软肉，一下子之前的那些怨恨好像变成水悄悄流走了。行吧，他都道歉了，更没啥可怪罪的了。可等多田学会了编出来了，那都啥时候去了？人家等得急，人家一点都不着急。苏如意信誓旦旦，不过人家也有要求，不是啥样的筐子都要，人家自己有自己的样式，外头没卖的。我做，人家要啥样的，我做啥样的。陆多田难得一次说话这么干脆利落。行，那我们今天先把那只鸡给吃了。
人绕那么远，最后还是要吃鸡。过了一会，大郎带着一只母鸡跑到门口，后面还跟着脏兮兮的牛儿、壮儿、杏儿几个。奶奶，这只鸡最轻。张氏走过去拎了拎，养的鸡瘦成这个鬼样子，陆家真是丢人啊！再吧，一锅炖的大家都喝口汤。4个孩子兴奋的又蹦又跳。你猴子一样，嫌衣服洗不烂是吧？苏如意这才想起他床上那被套还没有洗，便说道：娘，那鸡的事情交给你们了呀，我先回屋里去。刚走2步，发现怀里还抱着蛋儿，恰好洗完了碗的李宝珠跑进屋来。二嫂，你帮我带一下蛋儿被，我有点事儿。李宝珠顺手接过后，苏如意就往屋里走去了。回到屋后，苏如意把床上的被子床单抱进空间去，她把不知道睡了多久的床单被子往井边一扔，赶紧进屋里看豆角。果然，墙角边的篮子里面又多出来很多豆角。如果后院的作物能够源源不断的收获，那我只需要种多多的作物，然后在这屋里布置上相应作物的收获筐子就行。苏如意走过水井旁，将叨叨拿进空间的被子床单放到盆里加水，开始揉搓。古时候的纺织技术有限，底层老百姓使用的都是粗布，厚重粗糙，揉起来真是费劲啊。他直接脱掉鞋子在里面踩，就这样不知道踩了多少盆水，床单被套终于洗干净了。空间里也没有晾晒的绳子杆子，还好井边有棵树可以晾晒一下。苏如意将床单被套拧干水，往背上一背，抱着树干往上爬。这老树根粗叶茂的，不知道活了多少年岁。他小心翼翼在树杈上将被套铺开，晾晒在的枝丫上，这才心满意足地靠着树干晃着脚丫。人生第一次爬树，感觉特别好。哇，这上面还有果子呢，这是什么果子？怎么感觉没见过呢？苏如意伸手摘下一个，费力抠开一点表皮。这不是核桃吗？原来核桃长在树上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之前草草一瞥，根本没有发现结了果子。此时再看，叶片之间青色的果子结的可不少啊。他兴趣盎然，想着摘几个回去给家里的小孩玩。摘下的果子后，他坐在井边费力的剥核桃。好不容易剥出来2个，一双手还被染成了棕色，实在太难剥了，让孩子们自己剥去吧，他们肯定喜欢干这事。他从井里打了水洗手，这才发现洗不掉。糟糕了，怎么都洗不掉啊？不会一直洗不掉吧？出了空间后，外面的雨也停了，大家都挤在厨房门口。苏如意闻到了炖鸡的味道，也很没出息的凑到厨房门口去。二嫂，还要多久才好呀？李宝珠听到声音才发现苏如意也来了，急忙道：还早吧。苏如意望着屋子里面喷着白气的锅盖，李宝珠则偷偷望望这位弟妹，只要她不撒泼不犯横，还真是个好看的人儿。得亏了她，这鸡肉才能炖上。今天她真的很好说话，一直都没拉过脸，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苏如意从锅上收回眼神，看到李宝珠望着自己。二嫂，我问你个事情。我是家里最无关紧要的人，有什么事情需要问到我头上呢？就见苏如意偷偷摸摸地将自己的双手从身后拿了出来。被核桃染黑了还能洗干净吗？啊，咋更黑了？李宝珠用一只手拉着他的手指瞅了瞅，认真问道：是剥核桃包的？对对。李宝珠差点笑出声，但还是忍住了。没啥大事，过上几天自己就掉了。弟妹，在哪搞到了些核桃呀？苏如意掏出一个青皮核桃塞到李宝珠手里。给我的。给你的，就是不知道熟没有，能不能？这时堵着门的4个小孩都已经回过头来望着他俩。苏如意看出他们的想法，继续掏出核桃。来，每人一个，都有。5个孩子没有见到三婶给他们东西过，一个个惊讶的都不知如何反应。李宝珠急道：赶紧说谢谢呀！孩子们这才很不好意思的开口道谢。谢谢三婶，谢谢三婶。杏儿得了一个剥了外皮的核桃，似乎有想说的话却不敢说，急得眼泪珠子在眼眶里转悠。杏儿，怎么了？杏儿张张嘴，还是不敢说。李宝珠一下子就猜出了闺女心里所想。没事没事，她就是想要一个带皮的核桃，我这个给她就是了。小孩子嘛，就是喜欢跟别人一样的。苏如意恍然大悟，掏出一个带皮跟她换了回来，转头看向同样拿了剥皮核桃的牛儿。牛儿要不要换一个？要。那也给你换，我这还有好几个呢。苏如意给孩子换完，转头问李宝珠：二嫂，这核桃是不是还没熟？是不是还不能吃？李宝珠还没说话，张氏走了过来，看了一眼。你上哪搞的这青核桃？就不知道留着它们在树上多长几日，长熟了不好吗？山上捡的，想着给孩子们带回来玩呢。记得那核桃树长在什么地方没有？这可是好东西，能卖上个好价钱的。我走岔了路碰上的，没记得地方。你呀你除了吃你还……张氏赶紧打住，火气硬生生憋回肚子里去。难得今天大家心情都不错，我还是忍着点吧，反正也不指望他苏如意，不记得就不记得了吧。娘，那这核桃是能吃还是不能吃？要是不能吃的话，就让孩子们不要吃，拿在手里玩就是了。吃不吃都行，快熟了，生的就是发苦。那你们就拿着玩呀，不要吃了。以后三婶遇到熟的核桃，再给你们摘回来。娘，熟核桃长啥样？有啥特点没有？
核桃熟了皮子发黄发褐，熟透了自己还会从树上掉下来。一个个堵着门干什么？没见雨停了吗？不会找点事情干去吗？李宝珠一脸尴尬。苏如意在门口守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她惯来如此，但我也在门口守着，太不像话了，像个好吃又懒惰的婆娘。弟妹，你没事的话，我就把大儿交给你了，我去把后院的菜园子打理一下。二嫂，我们家还有蔬菜种子吗？李宝珠在家里只顾着干活，有啥没啥她全不知道，她很是不好意思的看向张氏。张氏瞅了一眼这两个儿媳，也行，你们看着现在能种什么，你们就再种点。过冬的干菜一点也没晒呢。然后对着大房屋大喊道：“翠儿，翠儿，哎，娘来了。”很快刘翠儿就出现在院子里。娘找我啥事啊？去把留的菜种翻出来，趁着今天有空闲去种点菜。刘翠儿拿着菜种子一脚深一脚浅的来到后院，就看到两弟妹站在田埂上。李宝珠手里拿着锄头，锄头上全都是泥巴。大嫂，种不了，等明天吧。大嫂，给我瞅瞅都有什么种子。要说刘翠儿完全对苏如意转变了观念倒也不是，但至少最近几天都对她客客气气。苏如意说要看她手中的种子，她便什么也没说递了过去。偏黑的是白菜种子，偏黄色的是萝卜种子。刘翠儿主动开口，她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安静和平是苏如意带来的。为了留住这美好的感觉，她甚至愿意在这个女人面前低下头来。苏如意用手指间各左了一点种子放在手心里握着。家里还有别的种子吗？没有了，就剩下这个时节能下种的，前边的都种了，地里长着呢。你要的话，等地里这些菜结种就是。你要这种子做什么？没啥，有用。苏如意随意敷衍，刘翠儿也没有追着问，毕竟关系没到那份上呢。三人拖着泥巴乎乎的鞋子回到前院，刘翠儿到灶房跟婆婆说道：“娘，地里太湿了，种不了，只能明天再去种了。”那就等明天再种吧。院子里李宝珠用锄头刮自己鞋子上的泥，苏如意则在旁边找了个石头，鞋子在上面蹭。二嫂，村里谁家的菜种子多？有没有我们家没有的？空间后院还有一大片地呢，种类多一点，卖起来更容易，挣到的钱也会更多。不知道，大家家里种的应该都差不多吧？自己太不中用了，啥都不知道，啥都帮不上。等晚一些，我给你去问问。好，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问到。李宝珠非常乐意就答应了下来。灶房里炖了一个多时辰的鸡，终于端上桌上，几个孩子围在桌边站着，看的眼睛都直了。张氏找出2只鸡腿，分别舀在2个碗里，其他的肉就平均着往各个碗里分。终于，张氏放下筷子，端了2碗给刘翠儿，说道：“这一碗是你的，另一碗有鸡腿给多甜，让他多吃点补补。”好的，娘，现在我就端过去给他。另一碗有鸡腿的给大郎，你们别馋，大郎是大哥，干的活也比较多，你们不准跟他抢，听到没有？孩子们虽然羡慕，但都乖乖点头。大郎确实也担起了作为长孙的责任，被草剪柴比弟弟妹妹多太多了，奖赏他是应当的。张氏这样分确实做到相对公平了。都别愣着了，吃吧。张氏一声令下，大家都敢迫不及待地开动了。苏如意筷子都不用，直接用手抓着啃。哇，这是自己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鸡肉了吧？这鸡没有放什么香料，也没有腥味，全是肉香。以前吃的鸡除了调料的味道，还真没有吃出肉香味过。唉，正吃着，就听到张氏叹了口气。苏如意好奇地抬头看去，就看到张氏筷子上挑着一挂没有成型的担子。这不是有蛋吗？你咋不下呢？也是，一把谷子也舍不得丢给你吃，能下出蛋来就怪了。娘，那生下2只母鸡就喂好一点，让它们天天下蛋吧。你以为说喂好一点就喂好一点，哪有东西喂呀？家里没有就到镇上去买一些吧。今天下了雨，明天山上肯定好多菌子冒头，大家都早早去山上捡菌子，捡了后拿到镇上去卖，卖到的钱换成鸡蛋拿回来给大哥补身子，再买点母鸡制的谷子苞米。自家的母鸡要能下蛋的话，大家也都吃点鸡蛋补补。苏如意用的并不是商量的口吻，倒像是在吩咐大家做事情。张氏听在耳里有些不舒坦，我这老婆子还活着呢，你就想抢我的位置了？他故意压了一会儿，才开口道：“明天大家就上山上捡菌子去，早早起来，谁都不准偷懒。”欢喜的答应下来，菌子上午捡了，下午就能到镇上换成钱，这样迅速的挣钱法子他们最爱了。奶奶，我们卖了菌子就买鸡蛋回来吃，是不是？就知道吃，大家冬天一块饿死去呀！原来这张氏不是喜欢对我，而是习惯性的对所有人呀。她应该是属于是那种被生活压弯了腰，还不得不在一地鸡毛里面奋力挣扎的妇女，所以大多脾气好不到哪里去。鸡蛋还是要买的，喂鸡的谷子也要买。苏如意，这家干脆交给你来当。娘，你说真的吗？明眼人都知道我就是说气话，苏如意竟然还问我真的假的，我自己脑子也是犯抽了，跟苏如意说这种话做什么？这么几年还不知道她什么德行吗？张氏再不敢吱声，生怕苏如意这女人咬死要当家。苏如意也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现在张氏肯定不可能让我来当家，不要紧，想要什么我自己去争取就是。
大家将鸡骨头啃得一点肉都没有，每人又喝了1碗半没盐没味的鸡汤。张氏忍不住又说到一句：养了将近2年的鸡，一上午就造完了，挨不过今天，一泡屎就拉出去了。几个孩子不敢吭声，仿佛吃了这鸡就是犯了大错。苏如意很是无语，这张氏说话也太倒胃口了，一开口就是丧气话。娘瞧你说的，人活着就得吃，不能等到死的时候才后悔啥都没吃上。张氏瞟了他一眼，依旧是满嘴丧气。吃吧，吃吧，明儿死的时候就不后悔了。说完起身就离了桌子，剩下一桌女人孩子面面相觑。苏如意丝毫不受影响，还在无限遐想，要是以后没几日都能吃一次鸡肉就好了。李宝珠勉强一笑，那样吃也太败家了，一年能吃个2、3回就行了。那不行，二嫂，你看看我们陆家人都饿成什么样了。李宝珠不敢再说，害怕苏如意嘴巴里再蹦出什么不得了的话。二嫂，你现在有时间吗？咱们出门呗。李宝珠急忙回道：好，走，我们去跟别人家讨一些种子去。苏如意伸手挽住李宝珠的胳膊，李宝珠似乎头一次与人如此亲密，身子都变僵硬了。毕家想去隔壁老罗家，李宝珠拉着不让去。苏如意才想起来，罗家跟他们陆家有过节。陆家一开始也养了只公鸡，可有一天飞到隔壁老罗家去了。老罗家也是不厚道，见自家院里凭空出现一只大公鸡，闷不吭声逮住后就藏了起来。陆家一家老小问到隔壁，人家信誓旦旦地说没见着。谁知道半夜就闻到鸡肉香味，陆家顺着肉味找过去，可人家死活不承认，还有2个大男人在前守着门不让进。陆家都是女人，最终灰头土脸空手而归。因为一只公鸡的事，这个梁字就结下了。两家见了面都是以翻白眼打招呼的。这罗家太坏了，以前家里男人都在的时候，山上打了野味，我们自己煮着吃都会给他们端1碗肉去，没想到他们居然是这样的人。李宝珠咬着牙温声温气地指责道：我家就是仗着他们还有2个大男人，而我们家连一个能顶事的男人都没有，欺负这些女人孩子呢。风水轮流转，妇女也是不好欺负的，走着瞧，迟早让他们后悔欺负我们家。如意，你千万不要做傻事，我家人不讲理的，我家是不讲理的，苏如意也是不讲理的，万一他半夜翻墙去摸罗家的鸡，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呢。苏如意哈哈一笑，我要做傻事，他们吃我们家鸡的那晚就做了，等不到今天，放心吧，路长着呢。两人走了2户人家，开门看到是他们2个，因为对苏如意的厌恶，人家连院门都没叫他们进。李宝珠知道村里人不待见苏如意，虽然自己怯得很，还是鼓着勇气陪着笑脸跟人家说明情况。人家可怜李宝珠这怯弱的模样，敷衍的给了点种子。于是苏如意得了辣子、番茄还有莴笋3种种子。才3种，太少了，我们再去别家问问。算了吧，别人家估计也不多，就给这1点不够重的。都出来了，怎么也跑个5、6家，这么点种子对我来说就够了。走吧，人家虽然没多给，也给了1小撮呢。以攻坚那逆天属性，这1小撮种子足够了。刚走出没多大一截，两人就看到小破屋后面冒出个男人来，一脸猥琐的笑容。这不是刘麻子吗？就是原主那个绯闻对象。苏如意将屁颠屁颠走过来的刘麻子打量了一番，那一脸猥琐算计的表情，看一眼就够了。也不知道原主是个什么审美，不过还好原主没让他的过手。如意，今天出来转了，这是上哪去啊？苏如意冷着脸往后退一步，与刘麻子拉开距离。做什么你？站远点！还有谁让你喊我名字的？再瞎喊个试试！刘麻子嘿嘿笑着，是苏小娘子。苏如意听得恶心的浑身鸡皮疙瘩。见过的油腻男人不少，这个绝对是最油腻最猥琐的一个。他不会以为他笑的那一下很帅气吧？苏如意实在没忍住，差点把才喝下的鸡汤吐出来了。李宝珠看出现在的苏如意不愿意跟这男人说话，赶紧挡到他面前，这一下子就惹得刘麻子黑了脸。李宝珠，你走远点，我跟苏娘子说2句话，你在这里碍什么眼？谁叫你这么跟我二嫂说话的？苏如意嗖的跳到前面，拽着刘麻子的前襟猛一扯，刘麻子一个不注意往后倒了下去。苏如意你！刘麻子怒了，没等他站起，苏如意又往他身上一踹。你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居然这么跟我二嫂说话，我不收拾你我就不是苏如意。这顿又踢又踹实在大快人心，刘麻子一开始还软着声音讨好求饶，最后便破口大骂，骂苏如意是个婊子。若苏如意能忍，直接打到他快喊不出来。最后还是李宝珠上前来拉扯他，一转头看到拽着自己的李宝珠泪流满面。二嫂，你这是怎么了？你别害怕，我下手有分寸，出不了人命。李宝珠赶紧抬衣袖抹眼泪。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掉眼泪了。这世上为我出头的，自己男人就是苏如意了。刚才听到他斥责刘麻子怎么跟我二嫂说话的，眼泪一下子就绷不住。刘麻子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生气地对苏如意喊道：苏如意，你跟我讲清楚，今天这又是闹哪出？这个事情不好好跟我解决，就没完。站起来了就觉得自己硬能了是吧？滚！苏如意拉着李宝珠就走，觉得多看那人一眼都恶心。原本是想多转几家的，
突然冒出个刘麻子，只能先回家去了。万一这男人一直跟在我们屁股后头，被村人看到了，又难免一番指指点点。张氏和刘翠儿在堂屋门口做针线活，见他们回来，张氏顺口一问：宝珠，外头转什么去了？李宝珠对婆婆刚想开口要答，却被苏如意抢先。没啥，娘，我跟二嫂出去遛了个弯。李宝珠奇怪地看看苏如意，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跟婆婆说实话。要是婆婆知道她是去找菜种子，肯定会高兴的吧？算了，既然如意想瞒着，那我也不说了吧。这种有小秘密的感觉也棒极了。苏如意心系自己的空间，急匆匆就回屋了。李宝珠也去了灶房。宝珠什么时候跟苏如意这般亲近了？李宝珠就是个傻子，人家三言两语就能把她哄住。苏如意怎么哄她了？谁知道，刚才不是外头去转了一圈吗？八成是说了几句好听的。你回头跟李宝珠提个醒，叫她还是提防着些苏如意，也不用脑子想想，哪有人活了10几20年，突然一下子就转性子了？可宝珠手里也没有啥吧？苏如意打她的主意也没用，你管她是怎么想的，反正我们提防着一点准没坏处。好的，娘，我知道了。此时的苏如意并不知道婆婆与大嫂在对她的种揣摩，正在自己空间里劳作呢。这一次种地，她非常认真，站在地边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的小菜的，这种感觉和看陆家后院的拿菜地不一样。果然自己的孩子就是比别人的好，自己折腾出来的菜地自带光环。晚上，苏如意把她的被子收了下来，她站在窗户边，往院子望去，远处的菜地里面已经绿了。她将手上的东西往地板上一放，欢天喜地去查看自己的劳动成果。种了白菜、萝卜、辣子、西红柿、莴笋，全都长出来了，一个个小苗，翠绿翠绿，别提多精神了。我的宝们，我太爱你们了。因为心情过于激动，她转悠了很久才依不舍地出了空间。苏如意给掉渣的被子套上被套，看着这发黄发黑被子，她暗暗下定决心，今年过年前必须给自己换套崭新的床上用品。晚上睡觉都是阳光的味道，她睡了个好觉。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她就醒了。一家子吃完早餐后半刻也不停留，赶紧上山了。苏如意还是第一次去采蘑菇，兴致勃勃，还憧憬着弄点蘑菇种子种到空间去。山上灌木杂草很多，露水也多，不多时裤子都湿透了。原来采蘑菇这件事情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而且也不是满山遍野都长着蘑菇，到处望去都没看到蘑菇长在哪里。苏如意看看李宝珠，人家都采了好些了，她自己还是一无所获。如意，你脚下。我脚下。苏如意低头一看，脚边有个鼓包，急忙蹲下，用手将鼓包外层的土壳扒开，果然露出2朵蘑菇。蘑菇，这可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采到的蘑菇呀！蘑菇，你们娘家那边是这样叫的呀？我们叫山谷子、山菌子。李宝珠笑着走过来，看着苏如意欢天喜地的样子，她理解不了。菌子嘛，那不就是随便捡吗？如意，你采了多少了？李宝珠一边问一边看向苏如意手里的口袋。感情才开张啊，怪不得这么高兴。她第一次知道苏如意不擅长采菌子，心里还觉得有点高兴，感觉两人距离又拉近了。二嫂，你怎么一眼就能看到？我睁大眼睛看半天就是看不到呢。李宝珠扑哧一下笑出声。找菌子不难，以前尝过的地方后头基本都还会长，还有树下头、烂草叶子下头看得仔细一些，说不准就有。还有就是地上骨骼包，8成就是好多菌子颜色跟泥巴和烂叶子似的，不注意就看过去了。经过李宝珠的点拨，苏如意总算有了方向，就是分不清有毒没毒，一股脑全拔了塞进口袋。到半下午的时候，苏如意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也捡了半口袋的蘑菇，她很是满意。三婶听到大郎的声音，她赶紧大喊着回应：“哎，在这边呢！”大郎循着声音就跑过来了。三婶，奶奶他们要回去了，你回吗？回啊！三婶，我给你背袋子。说着就将口袋往自己的肩头一甩，他还没走出一步，袋子就被苏如意把夺过去。我背，你正长个子，可别给压矮了。可是菌子不重，重不重三婶都自己背，你是孩子呢。大郎听三婶这么一说，他猛然觉得心里一阵酸涩。好久没人这样关心过我了，以往他们都说我是哥哥，是半个大人了，要多干活。回去后，苏如意就拉了李宝珠帮他分拣，毒蘑菇可不能卖出去。他将半袋子东西全倒出来，除了蘑菇，还有些草药。如意，你要这些杂草做什么？我以为是珍稀的药材呢。这些可不珍惜，卖不到钱。再说了，一般人也认不得那些贵的草药，要胡郎中才认识，人家是有大本事的。李宝珠说着，一双巧手一拨拉，很快就将不能吃的蘑菇挑了出来。幸好不多，否则我的成果就大缩水了。这些得扔出去，被家里的鸡吃了不得了。不过牲口精得很，知道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呢。苏如意点点头，以防万一，她还是将毒蘑菇拿出去丢得远远的。就听张氏喊：“宝珠，把那些菌子拿过来装在这个口袋，明天我拿去卖了。”李宝珠答应了一声，准备拿过去。苏如意急忙冲回院子：“别，我捡的这些我明天自己去卖。”张氏的脸瞬间变得又苦又凶，
但最终还是忍住了。苏如意一向是这样，只顾着自己，家里死活不管过。最尴尬的是李宝珠都准备把苏如意的口袋提过去了。这些天苏如意挺顾家的，我以为正常人家是不会分你的我的，都是一家子的，这样一分不是把自己当外人了？那就让他自己卖去。宝珠，你再别跟着他胡闹，没事做带着小的们多去扯些猪草，明天都下地拔草去。如意，李宝珠压着声音想跟苏如意说点什么，又没勇气。苏如意当然也感觉到了婆婆的严重不满，但还是面不改色，伸手接过自己的口袋。我知道这样做不利于家庭团结，但现在做这些和稀泥讨好家人的事情，对解决陆家的困境并没有什么用处。谢谢你了，二嫂。真没事。宝珠走了，刘翠儿拿了工具喊道：“来了！”李宝珠赶紧拿了工具跟上去。跟你讲了，苏如意跟我们陆家就不是一条心，你偏不信，现在信了吧？捡几个菌子都怕家里占了他便宜，有好事情还会想着你。可这几天他还往家里买油呢，那是他应该的，你不会忘了他吃了陆家多少吧？一点猪油就补回来了。再说我又不是喊你做啥，就是让你跟他别走近了，他就没想当咱们陆家人，你忘了还有个刘麻子？不是，他跟刘麻子好像也没啥。你也瞧见娘不待见他了，你这样跟他掺和，娘还不知道在心里咋想你呢。这话一出，李宝珠整个人就蔫巴了。女人到了夫家都是听婆婆的，要是婆婆不喜欢，这个儿媳妇基本就没啥好日子过了。听我的，以后该咋样还是咋样。你看我也记着他的好，他不是帮了你大哥吗？但我还是不跟他走近了，大不了以后少跟他吵就是了。这边苏如意也不去拔猪草，而是提着口袋就进屋去了。空间里，今早起床进入空间的时候就看到的蔬菜全部成熟，当时就摘了番茄、辣子，拔了萝卜、白菜、莴笋，各一个当引子。现在一进来，差点被屋子里面红的、绿的、白的亮瞎了眼。每种一小堆，合在一起还是数量可观的，足够我卖一次了。对了，还有豆角呢。这么大的后院可以种上百种作物吧？蔬菜、果树、粮食、玉米、豆子这些可以适当种点，这些加起来也不过几十种，还可以种点什么？猛地，他的眼睛一亮。药草，对呀，如果可以找到珍稀药材的种子种在空间，以空间这赖皮的培植繁衍能力，不信养不出来。还可以种鲜蘑菇的，这东西很是鲜美，从古到今备受喜爱。想到这里，他马上挑出了今早在山上采回来的蘑菇，把它们种在了自己的菜地里。苏如意看着小块菜地里面大小形状不同的蘑菇整齐的排站立，很是可爱。你们可要加油啊！本主人能不能实现蘑菇自由就看你们。第二天，苏如意起的时候，家里都各自忙去了。去镇子的张氏也早就出发，正合我的意，因为要卖空间的蔬菜呢。如果张氏看我掏出这么多菜，保准问是上哪里偷来的。苏如意到了镇子，往集市里面走了一小截，就看到了张氏。这会儿他2大袋子蘑菇都差不多卖完了，可见他来的是真早。张氏也看到这个不待见的儿媳，瞪了一眼，知识都赶不上热乎的，这会儿才来能卖上价。本来是想避开婆婆的，既然遇到了，那就遇到了吧。苏如意哈哈一笑，在张氏摊前蹲下来，打量了一下面前几堆分量差不多的蘑菇。娘，你真厉害，这都要卖完了。这是夸我，怪奇怪的，以前可都是水火不容的。娘，这一堆卖多少钱？1堆5文，你就自己守着你那点菌子吧。我卖7文的时候，活该你赶不上，看你能卖多少一堆。张氏不是幸灾乐祸他少卖钱，而是痛心因为苏如意的疑心导致陆家少卖了钱。还不去，后头跌成4文，亏死你得了。那娘我去那边卖，你卖完先回，我下午才回。苏如意学着别人的样子将蘑菇分成堆，交卖5文钱，最后一堆有点少，一共卖了23文钱。他在集市里面转了一圈，问了菜价，顺便买了2个新筐子，一下子就花去了20文钱。出了集市，找了一个没人居住的巷子，进入空间，从里面挑出来2大筐脆嫩欲滴的新鲜蔬菜。苏如意在居住区一边走一边叫卖，卖新鲜的蔬菜，便宜卖个。叫了一会儿也不见有人出来询问，苏如意转念一想，改口喊道：卖萝卜白菜哥。他刚喊了2声，一户人家大门吱嘎一声打开，一个老妇人走出来。谁喊的卖白菜？婶子，是我。这会儿咋有白菜卖呢？大婶一边念叨，一边伸手扒拉了一下表面的蔬菜。在下头呢，婶子你要买我就给你取。取个给我瞧瞧，白菜炖肉最好吃。苏如意将筐子上头的番茄、辣椒、豆角放在地上，又取出萝卜、莴笋。你这还有莴笋呢？这菜我也爱吃。你这萝卜也不错，又大又新鲜，都是怎么卖的？莴笋5文，萝卜2文钱一个。婶子，你要的大白菜？这白菜真好嘞，比我去年冬天买的白菜还好。今年白菜怎么出这么早？我们自家种的，别人家还没开始种呢。你怎么不在集市叫卖？你要在集市卖的话，我每天都去找你买。我喜欢挑着担子走着卖。大婶哈哈一笑，你这样傻赖，你这身板挑这么2大筐蔬菜不累呀？坐那等着多省力气。苏如意笑着不说话，
我当然也知道坐着等着省力气，但不能呀，万一在集市里边卖着菜，被同村的人遇到了，那咋解释？那迟早会出问题。白菜怎么卖？5文钱一颗，不便宜啊，去年我才买成2-3文钱一颗。现在确实比那个时候价格高，我们家这个时候种出白菜来不容易啊，价格自然就高一些。是这样，那给我来颗白菜，2个萝卜，1根莴笋，总共是多少钱？14文钱。苏如意脱口而出。你这小娘子算得真快。付钱的时候，大婶的目光落到她的手上，问道：“你这手是怎么了？”苏如意看自己棕黄的手，有些不好意思。婶子，这不是脏的，我前2天包了2个核桃，就把手包成这个样子。核桃，好东西呀，你那有卖的？没有，但我们那山上有核桃树，就是难找得很。那你下次要是找到了，给我留着些，我们家老人爱吃。好，一定。开了第1章，后面就更加顺利起来。到正午的时候，2筐菜就全部卖完了。他没忘记早晨跟大郎说要带糖回去，又去找了卖糖的地方，买了1小包麦芽糖，又买了些红糖。这糖这么贵，2小包就花了15文，卖菜一共卖得了115文，加上前头卖蘑菇剩下的3文钱，就是118文，除去2包糖，103文。手里抓着这些铜板，心里很满足。转身他就把这些铜板换成了糙米，还买了点用来喂鸡的碎玉米，一下子就分文不剩了。扛上米袋子回家，一到村口就听到婆婆张氏声音高亢的咒骂着和孩子的哭声。苏如意的步伐不由加快，心头发紧。这是又出了什么事情吧？陆家院门口挤满了村民，表情各异，有惋惜摇头的，还有嘴角快要咧到耳根的。谁了？怪缺德的，老陆家锅都揭不开了，这不是要人家一家老小的命吗？可不是吗？不过要我说，也是活该。他们家苏如意在我们村把人都得罪完了，我看就是冲他去的。不能吧，亲，也是个软蛋，要毒死苏如意直接毒死苏如意呗，其他人多造孽啊！8成是老陆家上辈子。如意呀，你可回来了，你们家出大事了，你赶紧去看看。说话的妇人看到苏如意，马上掐断话语，挤出一丝笑容对苏如意道。苏如意懒得理这些看热闹的，急急走进院子，张氏2手叉腰，破口大骂：“你这个天杀的龟儿子，你就一辈子缩着，这辈子你都没用儿子命，生出来也是不长屁眼的，你就绝后吧，老了也没人养。”张氏2手叉腰，破口大骂：“刘翠儿子在打儿子！”一边打一边声嘶力竭：“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一头猪你都看不住啊！我生你出来做什么？”苏如意将肩头的口袋往院子一扔，冲到刘翠儿面前，将大郎往自己身后一拉：“大嫂，你做什么？大郎还是个孩子，你让开，让我打死他！养了10年，一头猪都守不住，这下我们陆家怎么活呀？”刘翠儿坐地上嚎啕大哭，张氏大约也是累了，也直接坐地上，一边哭一边继续骂：“遇到事情就坐地上撒泼哭闹的，除了让别人看个乐子，或是说上2句可怜话，还有啥用？能解决问题吗？”大郎心疼他娘，从苏如意身后转出来，哭着去扯他娘：“娘，我错了，娘，我错了。”院门口一群人啧啧啧的，可不就是看戏的模样。苏如意捡起倒在地上的锄头，冲着那群人就走去了。这些人一看苏如意面目凶狠，吓得纷纷后退，嘴里道：“苏如意，你想做什么？可不是我们要死了你家的猪。”“不是你们要死的，你们守这里做什么？都给我走！”苏如意扬了扬锄头，吓得他妈的叫着后退。这时有人叫道：“村长来了！”蒲村长出现在院子门口，花白胡子，严肃着面孔，颇有威严。“你做什么？赶紧把锄头放下！”张氏仿佛看到救星，冲到村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道：“村长，你可得给我们家主持公道，不知道哪个龟儿子要死了我们家的猪，就指着这头猪卖几个银子，留到口粮吃完的时候救命呢。”“行了，你别再哭了，哭得我心烦，说说是咋回事。”刘翠儿拉着儿子到村长面前：“大郎，你给村长爷爷说是谁要死我们家猪的？”大郎嘴唇嗫嚅了一下，有些犹豫，回头看了看苏如意。苏如意接收到大郎的眼神，心里不由诧异：难道那人和我有什么关系不成？刘翠儿急得上火，张氏看着也来气，拍大腿道：“大郎，你说话，你赶紧说啊！”“我就看到个背影，我不知道。”“哪能不知道？你看到是谁？你说啊！你怕什么呀？”“应该是刘麻子，昨天我打了他，他8成是心里不服，今天偷偷来要死我家的猪。”大郎抬头呆呆看他，没想到三婶自己说出来了。怪不得大郎不敢说呢，原来是苏如意的相好呀。有人嗤笑出声，这下被人扯开了遮羞布似的。陆家人面皮发红，不知所措。不是的，我真的没看清。苏如扬起锄头，门口一群缩缩脖子不吭声了。刚才是谁在说话？给我站出来！有胆子说，没胆子承认。苏如意，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前日我跟二嫂出门跟大家伙要点种子，刘麻子他自己长得跟个蛤蟆一样，还要跟我单独说话，我呗。对，那个刘麻子还对我耍威风，如意一气之下就将他打了，他肯定是气不过，所以报复来的。李宝珠难得大声说句话，
大家都有些意外。我记得有这个事情，前天下午雨停的时候，宝珠来我们家要种子，苏如意却是跟他一起的。崔大叔，你一定要给我们家主持公道，我肯定就是他。我们现在去找刘麻子，一定要让他陪我们家猪。说着，举着锄头就前头带路去了。一行人来到刘麻子家门外，有好事的就大声叫嚷起来：“刘麻子，你快出来！苏如意找你算账来了！”喊了3声也没人吭声，苏如意脚踹开院门进去，身后的人也跟进到屋里去看，大叫着出来：“刘麻子跑了！”张氏尖叫一声冲进屋里去，胡村长进到屋里转了一圈，走出门就被张氏拉住了：“村长，你给想个办法吧，那该死的要死了我们家猪啊！”陆家的，你自己也看到了，这刘麻子都跑了，我能有什么办法？这样，要么你们去上面告官，要么我做主，你们看着刘麻子家有什么搬回去抵债就是了。张氏心里烦乱，一个劲哭着：“这可怎么是好？叫我们一家怎么活啊？”恼陆家的，你光哭有啥用？你自己拿主意，是往上头告官还是撕了吧？娘，你别哭了。苏如意的头也被张氏哭大了，难怪村长一副不待见的模样。胡大叔，如果我们上去告官，要走什么流程？胡村长耷拉着眼皮，有意不看苏如意这女人。你们要告官，那就走上一整日到县上去找县老爷，县老爷给你们调查清楚了就定罪，发告使捉刘麻子归案。至于赔偿嘛，那就不好说了，可能等捉到刘麻子了，让他赔给你们吧。苏如意听出来了，胡村长是不看好他们去告官的。案子递交上去，也不知道这一头半大的猪官老爷越不愿意管，也不知何时能捉到刘麻子，这赔偿的事情便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去了，光是中间的花销都是现在陆家承担不起的。苏如意心里叹口气，有时候真是无奈，对人竟无能为力。胡大叔，要是你做得了主，就把刘麻子的屋子给我们陆家呗。给你们，我可没有这么大权力，但这屋里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用来抵债，我就做主，让你们陆家先用着刘麻子的屋子，他不回来你们就用着，回来了再另说，行吧？苏如意想了想，点头听。你说行也不顶事，张氏，你听到没有？我要他这破屋做什么呀？我自己家宽敞得很，他这破屋又换不来粮食。苏如意实在无法忍受，提高声音道：“娘，别哭了，陆家的贴没他，就算他下来，我也给他顶上去。”他声音可说洪亮，一下子就压住了张氏的声音，把在场所有人都镇住了。村长大叔，那这就说好了，刘麻子屋里的东西归我们，只要他不回来，他这屋子我们家就可以一直用，对吧？对，大家伙做个见证，今天我做主，刘麻子的屋子就给陆家用，以后刘麻子回来了还想回来住，那也得先把这猪的事情解决了再说。那行，那这个事情就先这样吧。娘、大嫂、二嫂，我们回家，大家也都回了吧。围观群众也觉得热闹，看完了，转身结着伴离开。今天的事情多谢村长大叔了。胡村长被苏如意搭了这么一句话，不由开口挖苦一句：“苏如意，你这架势是要当家？”苏如意竟微微一笑：“是。”胡村长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跟这个苏如意说这个做什么？难道不知道这个女人好赖话不分，说风就是雨？这话都说出来了，怕是真要回去跟张氏讨当家的位置。苏如意，你说什么？你还想翻天了你？行，你们自家的事情我不管，我回去了。苏如意面对暴怒的婆婆面不改色：“娘，自家的事情我们回家说，走吧，家里还有事情。”说完扛起锄头就从张氏以及2个妯娌身边走过。娘，苏如意说她要当家呀。李宝珠看婆婆，看看大嫂：“娘大嫂，有啥事情咱们先回去，可别在外头干仗了，到时候又要围一堆人看笑话。”几个人匆匆回家，苏如意将锄头靠着院墙放下，张氏和刘翠儿追在她屁股后头，一副要好好说道的样子。苏如意，你到大哥那屋，我有事情说。苏如意进了大哥的屋子，婆媳3人前后跟了进来。苏如意，你又要搞什么名堂？大哥，今天我们开个家庭会议，前头我已经给娘他们说了，我来当这个家。我可没有同意。陆多田涨红了脸，没有出声。我是陆家唯一的男人，但有跟没有一样，哪里有资格说什么？娘，这个家我当定了，陆家落魄成这个样子，我们再不团结起来，能不能活到明年春天都是问题。娘，你还想不想大哥治病了？大嫂，你还想不想大郎和壮儿长大后给你讨儿媳妇了？二嫂，你也有2个孩子，你也想他们过得好吧？我呢，也想把大儿治好。婆媳3个相互看了看，当然想看着自己的孩子好好的。说的好像你当家这个家就会不一样似的。苏如意，你之前什么德行？以为我们都是瞎子吗？我知道你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日子要往好的过，人也要向前看。既然我现在当家了，以后家里大小事情我拿主意，你们配合我就是。娘，你手里的钱你自己拿着，那些归你，你想买啥都行，以后家里的钱归我管。好了，当家的事情就说到这里，现在当务之急是处理那头猪，我看那猪不大，我们自己人处理就行。二嫂，你去烧水。李宝珠向来是听使唤的，看了看婆婆，应了一声就出门了。苏如意说完也出了门，留下婆婆和大嫂面面相觑。放屁，啥时候轮到她当家了？你别管，就叫她自说自话一头热去。那我们现在干嘛？能干嘛？把那死猪弄出来，
能卖几个钱是几个钱。张氏和刘翠儿二人坐在小板凳上围着猪边骂边干活，苏如意站在旁边看婆婆和大嫂费力的去毛，心里担心这事情。娘，这猪的肉留下吃，内脏掏了挖个坑埋了。傻，猪下水你是不想要了，那都是好东西，你说扔就扔嘛，咋那么败家？有毒啊！他傻，我炖他个1个时辰，叫他毒死我试试。张氏这破脾气，迟早给他改一改。苏如意不跟婆婆费口舌，往灶房走去。我去做饭。三婶，大郎踏进灶房，身后还跟着3只小的。三婶，我给你干活，我给你烧火。行，不过灶房里面小，昂一个人就行。妞儿，你领着弟弟妹妹上院子玩去吧。3个小的又才把踏进灶房的1只脚收回去。你们嘴里抱的是什么？糖，大哥给的。最小的杏儿奶声奶气，乔大哥多好，有好吃的总想着你们呢。去玩吧，当心着点。3人磨磨蹭蹭从门口跑开了。三婶，你今天给的糖我都分给弟弟妹妹了，还剩下这些，给你。苏如意看了一眼，本来就小包，分了一圈还剩这么多，这些孩子们省得真叫人心疼。给你了，应当你收着。三婶觉得你这个大哥做的特别棒，这是奖励你的，也是感谢你照顾大儿。大郎将糖包收回，小心放好。大儿是弟弟，我应该照顾他的，这糖我不自己吃，我跟弟弟妹妹们分着吃。都行，你说了算。大郎听到苏如意这样说，心里暖暖的。大郎，你身上还疼吗？大郎低着头，不怎么疼啊。别看他骂的凶打得很，心里可心疼你们兄弟呢，就是脾气不好，嘴巴也不好。你以后可不能学你娘的臭脾气，小心以后讨了媳妇也把人家吓跑了。我不打媳妇，我还小呢，讨媳妇还要好多年以后呢。苏如意忍不住笑出声，她一笑就惹得院子里面婆媳2个拉长了脸。她还笑得出来？就是还当家呢，领着一家子喝西北风吧。苏如意将2碗米倒入锅里，扭头对外头喊：娘，今晚下2碗米，大家吃饱点。苏如意，你这个败家娘们，你就知道吃，猪都死了，还吃过屁？我当家我说了算。再说今天这粮食还是我买回来的。张氏怒气冲冲，转头问李宝珠：他啥时候买粮回来了？就今天，他不是到镇子上去了吗？回来的时候我看到肩头背着呢。搞半天是带粮食回来了。我说咋理直气壮要当家，以为自己能了。娘，那我们就别管。以前哪里吃到过他苏如意的半粒粮食？他要煮就煮，我们闷着头吃。我看看他到底要搞什么名堂。苏如意将米下了锅后，煮熟的工作就交给大郎了。他抓起扁担和水桶就出门了。那猪不管怎么说都是毒死的，但是让把这只猪扔掉，他们绝不会愿意的。吃一次肉对底层老百姓来说太难得了。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用大量的水对猪肉进行清洗，煮的时候多换2次水，然后就是空间的水了。希望它除了好喝之外还有其他特别之处吧。他想出去挑水，就是要从自己空间打水出来。苏如意挑着水回来的时候，自家院子里都是等着买肉的人，他们不在乎这猪是毒死的，只知道这肉肯定便宜。哟，如意怎么晚还挑水呢？婶子来买肉啊，来早了点，没收拾好呢。这苏如意不仅干活了，还会好好说话了呀。不打紧，没事，慢慢等。苏如意见还没弄好，将2桶水往缸里一倒，继续出去挑水了。出门的时候还叮嘱婆婆要好好洗一洗再卖。苏如意挑水再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不好了。李宝珠站在院子门口急得团团转，见她回来急忙小跑过来。如意，娘把内脏也卖了。离开院子的时候还刮毛泥，看着还要刮好久的样子，这么快内脏就给卖了。苏如意挑着水桶就进屋，张氏和刘翠儿在收拾院子。娘，猪呢？卖了，总共也没有几斤肉，都卖了。你们洗没洗就卖了，内脏我都说了不要，你们也卖了。卖了，咋地了？你嚷嚷啥？苏如意压住火气，娘，你就为了那几个钱，你就不顾人死活了？到时候出了事情，你看我们好不好意思继续留在这里生活？我喊他们回去好好洗洗，多煮煮了，话我都说到了，他们自己愿意买，出了啥事情可赖不到我头上。苏如意的脸色非常难看，转头就走。二嫂，你跟我来。如意，我们做什么去？去把那些内脏要回来。买猪下水的一共3家，苏如意好说歹说也只说动了1家，剩下2家无论咋说都不听，放话说死活不关陆家的事情，让他们回去。2人又找了胡郎中，胡郎中儿媳妇也在家里清洗从陆家买的猪肉呢。看到这一幕，苏如意心里轻松多了。人家郎中是专业的，人家都吃，说明这肉还是可以吃的。咋了？你们家有谁伤着了？胡说，我是来跟你问问，我家今天这个内脏能吃不能吃？反正我们家是不吃的。胡说，那你能跟我去给他们说说吗？我去过一趟，说不动，你去的话他们肯定听。没用，我去买肉的时候就给你婆婆说下水就不要了，当着大家伙的面说的，倒不是你婆婆要卖，是人家要买，说啥都要买，拦都拦不住。以往我娘家那边也有这种情况，人家吃了也没事，你们也别太担心。不怕1万，就怕万一，人命关天呢。胡说，
你有没有解毒的方子？给我开上2副，我给人家送去。胡郎中顺手抓了2包药扔过来，拿去。苏如意有些不好意思接住道：胡说，我没带钱啊，以后给您送来。胡郎中摆摆手：如意，我想了想，其实也不用这么紧张，大家都舍不得吃，要分成好几顿吃，再大的毒性也分小了。要是那样就好了，省了我提心吊胆。将药包送去给那不听话的2家后，回来时大家都围在桌边吃饭了。苏如意板着脸走到桌子前，提起手里的猪肠：娘，这一份我要回来了，明天别忘了给人家退钱。我去问胡郎中要了解毒药，给人家备着了。娘，你明日把药钱送去，多准备点，解毒药可不便宜。张氏的脸皮抽了抽，到底还是担心出事情。多少钱？备个100文吧先。我卖都没卖那么多钱。胡老头不厚道，咋好意思要这么高的价格？明天我找他理论去。那是救命的药，2户人家加起来将近40口人，不值100文吗？张氏面色发白，这么一说，真不贵。娘，我今天说了内脏不要，您非不听，那下水值几个钱？您非要憋着这口气，心里才高兴。苏如意说完也不管那么多，起身回了屋后就去空间。这一小堆一小堆的蔬菜，光是看着就很满足，但之前种上蘑菇的那小块地里什么都没有了，看来蘑菇自由是落空了。苏如意抱了颗白菜坐到门口捋着。卖菜是个买卖，但不能做长久，被发现端倪不好解释，还是得存够本钱就去这个小摊，不用走动，赚钱也能光明正大。平安镇虽说是大镇子，但在镇子里面凑本钱，怎么都得好几天，还有被同村遇到的风险，不如去个大地方一次性凑足了本钱，那就得去通州了。次日一早，院门外头有人喊道：陆家婶子，你们起了没有？苏如意门，院门口站着乔家老2口。如意啊，昨晚是我们不对，辜负了你一片好心，你可别往心里去啊。乔大哥，咋了？你们昨晚……张氏心里还乱蹦跶，急忙应上来。昨晚我们没事，倒是柱子吃了没多久就喊肚子疼，幸好如意和宝珠送了那药过来，我们立马冲了1碗温水，捏着柱子鼻子灌下去，吐了一场，后头才不喊不叫了，今早完全好了。你们做什么让孩子吃啊？柱子那么小，谢天谢地，要么我可怎么对得起你们？昨晚上宝珠和如意2个孩子好心好意，我们还说的难听话，对不住了。那个药钱不知道是多少，我这里带了30文来，也不知道够不够。乔大叔，要道谢应该给胡郎中道谢呢。我昨日去找胡郎中的时候，人家就给准备好了，只是我送去的罢了，药钱都没给呢。原来如此，说起来胡家的昨晚上还劝我们不要买下水，乔老爷子又将钱收回怀里。总归也还是要谢谢你们，你们有心了，是我们爱。2人说完又往胡郎中家方向去了。乔家才走，昨晚退场的那家就来了，听到乔家的还真出了问题，唏嘘了一番。我还想着别人家也没事情，今早准备把那副肠子要回去呢。可别，我退钱给你，那肠子已经一把火烧没了。张氏痛快地退了钱，院门一关，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娘，这2日我要出门，家里就交给你们了，每顿下2碗米，别省着，身体坏了多的钱都要花出去。如意，你去哪呀？你要回娘家？不回，那可不是个好地方。苏家重男轻女，小时候没少被打，后来原主长大了，打不过了才罢休。那你去哪？通州，办完事情马上就回来。李宝珠有些紧张，这几日对苏如意有了一种奇妙的亲近感。如意，还是别去通州了吧，去那里能干嘛？说不定会走丢呢。你们怕什么？没人欺负得了我，就算是男人，我也丝毫不带怕的。你要去镇上，随便你，通州不准去，家里又不是揭不开锅了，不是还有的吃。还得往长远的想想，娘，你就别管了。张氏今天有些心不在焉，在地里面发呆，最后干脆扛了锄头找大儿媳聊天去了。翠儿，你觉得最近苏如意是不是不对劲？可不嘛，所以我最近也不跟她吵了娘苏如意说的要当家的事情，能信吗？今晚上是煮1碗米还是2碗米？睡个觉吃那么饱做什么？刘翠儿尬笑了2声。娘，你心里是咋想的？苏如意她真要去通州找活路啊？你咋想？我看苏如意跟大郎还说过几句话，大郎私下里怎么给你说他3婶的？他能说啥？昨晚上的了苏如意1包糖，以前咋被骂的都不记得了，连小孩子都拉拢。张氏想了想，扛着锄头就走。娘，你干嘛去啊？我回去看苏如意走没有。回到家后的张氏抱着袋儿在树下的桌边坐着逗着。娘，怎么这会儿回来了？还不是因为你一天天就不让人省心，你不是要去通州吗？还不走？不着急，去通州还是得卖菜，所以空间里面得多准备点，能卖出1两银子的话，本钱就足够了。苏如意，你真的要去通州？那里可不是好去的地方，男人去了也得提心吊胆的，你可想好了？娘，我心里有数。我看你就大早上去，赶晚上回来，去看看就行了。娘，您就别担心了。谁担心你了？我巴不得你这个时候不好说这些，怪不吉利的。忽然抬手往桌上一扔，啪的一声，是个黑乎乎的小布包。
我也不管你，你爱怎样就怎样，出去别给人说我这个婆婆对不住你。给完招式就着急站起来走到另一边，这种示好的行为做起来怎么这么别扭，浑身都觉得不对劲。苏如意脸上不由挂上笑容，别看这婆婆平时凶巴巴的，其实现在已经在让步了呢。抓起桌上的小布包，打开看后数了数，200文啊，这对张氏来说是一大笔钱了，买粮食也够全家多活半个月了。苏如意收了布包，在桌边计划着做生意的事情。大郎走了过来，三婶，大郎怎么了？我爹说躺着没事情做，想问三婶人家要什么样的筐子，他好琢磨琢磨。那行，让我想想，我去找纸画个草图。我记得箱子最下面压着几张纸，都黄的看不成了，正好拿出来用掉去。三婶，你说做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吗？那人给我说过，我回忆回忆。苏如意翻出纸张和毛笔，可惜没找到墨。大郎看到纸张和毛笔，就像看到了什么宝贝，眼睛都移不开了。三婶，我能摸一摸吗？行，你帮我拿去桌上放着，我去捡2支笔来。捡2支笔，笔还能到处捡的。大郎一货但也顾不上，他将纸张小心放在桌上。这纸好薄好软啊，怪不得只有上等人才能使用，我们这些粗人一不小心就弄脏弄坏了。大郎正想着，就见三婶从灶房拿了根烧的只剩一截的细柴火棒子来了。这纸也不知道放多久了，这么黄，再放都用不成了。应该是陆老三那时候读书留下的，不晓得有没有10年了。这哪里黄了呀？这么雪白，比我们家吃的米还白呢。苏如意手拿着木棒，一边凝眉思索。筐子还是应该做成方的，更加节省空间，还得有提手。他的眉头舒展开，压住纸张，抓着木棒落在纸面上。大郎在旁边心里不停的腹诽：干嘛要在正中间画呀？画在边边不是一样的吗？可以节省好多地方呢。不过三婶画的这个篮子也太好了吧。苏如意又伸手比划了一下尺寸，篮子不能太大，以后是要挂起的，放在地上的可以做成大筐子，比如说装白菜萝卜的，以后等大哥做熟练了再做。前面的小篮子的成本低，也可以随便练习。陆多田躺在床上，看苏如意进来，就用手撑着坐起来。大郎赶忙上前扶住自己的爹。大哥，你坐起来干什么？还是要躺着休息才好得快。没事，这2天吃得好，我感觉胸口也不咋疼了，说不定也不是骨头断了。这2天也没吃啥，也就之前吃了个鸡，还是全家一起吃的。古代人也太不娇气了。这次去通州要是行的话，买点什么回来给大哥补补，早点好，早点给我编篮子做筐子了。大哥你看看这图还能看吧？这画的挺好的，没想到这个弟妹还有这本事呢。看得懂。篮子做成方的，方的方便一些，大小我也标出来了。那今天我就开始琢磨琢磨。大郎，你最近没事做，就去给我弄些藤条回来。好的爹。大哥，身子要紧，我也不拦着你活动，但切记不能做多了，万一动弹得过火了，本来养100天就好了，结果养1年也养不好，那就糟糕了。我知道，弟妹，我心里有数。那行，大哥你先好好休息，我回屋去了。苏如意在空间里的核桃树下抬头看了看。之前二嫂说这核桃发黄的时候就是成熟了，可现在这些核桃还青涩的厉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熟，希望那一天快一点吧，这样就可以去卖了。晚上是苏如意煮的饭，果然又是2碗米，大家都吃得心花怒放。你啥时候去通州？明天。明天晚上回来的时候见她还在屋里，还以为这女人又想通了，这还是要跑啊，自己也是没出息。苏如意有点样子，才几天就开始关心她了。张氏心里对自己气哼哼的，最后闷声开口：保住你明早煮饭的时候把那3个鸡蛋煮上，一个给你大哥，他养伤，剩下2个给苏如意装上，再装2个馒头路上吃。娘，我们家鸡下蛋了。下个风，是胡郎中给的那3个，这次人家买肉真该少给人家算点钱的，家里多填根蛋2个商号，没少受人家恩惠。没想到这3个鸡蛋还在呢，以为早不及路多填了。娘，鸡蛋还是留给大哥补身子吧，我不要紧，拿2个馒头就行，1个商号，啥都吃不上，怎么养身子？叫你拿上就拿上，难得这女人也知道为家里着想，所以这个鸡蛋给她吃，我心里也不那么难受了。那好，我带在路上吃。娘，我给家里的鸡买了点碎包谷，每天记得喂上2把，过几天说不定就下蛋了。人明早早点起，不要一觉又睡到晌午去了。晚上李宝珠专门给苏如意打了洗脚水。如意，你泡泡脚，舒服。二嫂，你别对我这么客气，一家人，我还是弟妹呢。没事，我就是想到你明天去那么老远的地方，我心里就慌慌的。有啥慌的？你怕我找不到回来的路啊？虽然自己这辈子才23岁，但心里也30了。李宝珠在我眼里也是个妹妹呢，还是个害羞扭捏的妹妹。不是，如意，你真的还回来吧？这是我家啊，二嫂你放心吧，过不了2天我就回来了。李宝珠心里踏实了。睡前刘翠儿也过来了，
那我这里有双新袜子，我穿不着，你拿去穿吧。谢谢大嫂，我这次去要是看到便宜的不批，我带上些回来。本来就有笼络家人的打算，他们主动送上门的好意，当然要收下。买布做什么？能买布还不如留着买粮食。那行，我也回去睡了。刘翠儿从苏如意屋里出来，吐了口气，骂人的话张嘴就能上，但做这种事情就觉得自己装模作样的，主要她是苏如意呀，就感觉怪怪的，浑身别扭。第二天，苏如意起来的时候天都是黑的，不过家里饭都做好了。给你装了5个馒头，2个鸡蛋，如果不够，给了他钱，不够自己想办法去。李宝珠松了口气，原来婆婆给了钱的。这大阵仗，苏如意又好笑又感动。在父母离世后就没有感受过来自家人的这种冗杂的关心了。等到天色微微发白，苏如意提着包裹，家里其他人扛着工具，孩子们也追着到了村口。自己当心这些，别以为自己力气大就不把别人当回事。我们打不过你，外头有的是人打得过你。娘，我知道，那我走了。你们每天多吃点，别再省着了。蛋儿就拜托你们给看着了。蛋儿难道一直不是我们给照顾的？行了，你操心自己就是了。苏如意对家里人摆摆手，就往前走去了。他倒是走得潇洒，要是一去不回来了，到时候老三回来了跟我要媳妇还不知道咋办呢。回头对家里大的小的板着脸恐吓道：我跟你们讲，外头有人问起你们三婶去哪了，你们就说回娘家去了，记住没有？乱说看我不打死你们。孩子们习惯了大人说啥就是啥，尤其是奶奶说的，全都了一声。娘知道的，我们又不是傻子。那就行，赶紧下地干活，吃了那么多米不能都下了狗肚子去了。陆家人又一同往自家田地走去，总觉得今天和往日不同了。要是那女人这次真从通州回来了，那我就把手里的银子都给她吧，她正经起来是比大媳妇更适合当家。不过这次闹着去通州可不是什么正经样子，当家的事情还是看她回来后的表现吧。通州离杏花村不算远，走路也只要2个时辰左右。苏如意走得很快，从乡间小道出来，顺着官道走了一会就到了城下。进城的人排成了小长队，有背着包袱的寻常老百姓，也有推车的商贩。苏如意交了试问钱后，就踏进通州城的城门。这大城中就是不一样，城中繁荣，卖什么的都有，勾得我的购物欲一下子就起来了。苏如意边走边看，一个没注意差点冲撞了某家的小姐，被人家的丫鬟趾高气扬的推搡了一把。哪来的乡下女人，横冲直撞的，撞到了我家小姐，我看你哭都来不及。苏如意退到一旁，拉了身边的一位大婶问道：婶子，这是哪家的小姐？看上去可真富贵。我哪里认识这些大户人家的小姐？你呀，在通州城走路多看着点，像刚才那般，要是冲撞了个脾气不好的，那可有你受的。是，我是今日才来通州城，头还有些晕呢。苏如意谢过了大婶，又在集市里面逛了很久。集市虽然人多，但卖菜的人也多，卖起来也很慢。若是做长期生意的话，在集市里面支个固定的摊位，也是一门稳定的营生。只是想在短时间里迅速挣到一笔钱，还是觉得需要上门推销来得更快。走到街道上的苏如意看到一辆马车在一家医馆前停下，丫鬟挑了帘子，一个戴着面纱的妙龄女子从车中出来，举止优雅。见惯了现代各种美女，古时候的美女还没怎么见过呢。她迈开腿就小跑着过去，却没有看见刚进去的那3人。柜台后边的小二便开口招呼：这位客人，你要看什么病？我不看病，就想问问你们这里收草药吗？收，不过也不是什么药草都收，若是稀罕些的药材，我们家铺子有多少都收。这位小娘子，你手上都有什么药材？你们每年都缺什么药材？哼，一句话把店小二给气乐了。你这话说的，难道我们缺什么药材，你就能给我们找来什么药材不成？也不是不可以，我可以尽量一试。小娘子，你就别在这里逗我开心了。你当那些药材是你自家菜地里的叶子菜吗？采药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不小心还会丢掉性命呢。看这一身穷森的模样，8成是想钱想疯了。你还真说对了，我就是想在自己的空间菜地里将那些药材种出来呢。我们那边的大山富饶得很，说不准真有你们想要的药材，你不说怎么就知道没有？那人才你找得到吗？店小二咳嗽了一下，为自己一时口快的故意刁难感到一丝不好意思。那行，我说几样一般的药材，黄芪、何首乌、白芷或者蛇皮、蝉蜕、千足虫之类的，这些都可以卖上价格。小二正说着，前头进来的3个女子从房中走了出来，苏如意的注意力就被吸引过去了。与苏如意一对是十分优雅礼貌的低眸颔首，一举一动尽显大家闺秀的风范。虽然衣着华丽，但似缺少一些自信，眼神却有些闪躲。他身后的丫鬟急忙上前拦着苏如意的视线，蹙起秀眉，一脸不悦。苏如意收回视线，也知道自己有些唐突了。劳烦大夫了，小女子先行告退。小姐又对后头出来的老者行了礼，这才袅袅离开。这就是大家闺秀吗？只可惜这位小姐的脸满面红疹，还有些轻微的脓肿，即使白纱遮面也不能完全掩住。这恐怕就是这位小姐对自己这样一个农妇也忍不住想要躲避的原因吧。
这位小娘子，你是要看病？师傅，这位小娘子是想卖给我们药材。那小娘子那边都有些什么药材？店小二又抢着回答：他现在没有，但他说他们那边的山上什么都有，问我们缺什么药材，他回去找找。老者本来只是客气的漫不经心，忽然眼睛亮了一些。你可有山核桃？核桃有是有，大夫，你问核桃做什么？那可是老树核桃嘛，年岁越久的越好。老大夫更加激动的样子。难道核桃也可以用药？可以，既然你说你们那边有山核桃，我也就不瞒你，就是刚才离开的杨小姐要用。你要是能弄到老树核桃，你可就发大财了。这核桃树应该不少吧？有那么难找？一般的核桃树好找，但是我要的这种核桃树还真不好找。这杨小姐的病是一种难治的血热之症，通州城每个大夫都没办法，据说还请了各京城来的名医，也一样根治不了。我也是在家传的古医书上看到此方以千年核桃仁上面的那一层薄膜入药，可治此症。我寻思着有益无害，可以一试。总之，小娘子你要想一次挣个大钱，回去就找那些老核桃树，一旦找着了，你后半辈子都不必发愁了。你可别随便捡几个核桃就来充数，前头不知道多少人来送核桃了，一个有用的都没有。千年核桃哪有那么容易找？虽然古书上说要千年的核桃，但恐怕也是夸张的说辞。只要是老树核桃，兴许也是有用的。空间的核桃树长那么粗壮，即使没千年，几百年也是有的吧？没想到自己跑过来看美人，竟还遇到了一个大好的机会。我有。苏如意肯定道。老大夫和店小二眼中都是惊喜，但是这种惊喜的神色很快就被收了回去，因为失望太多次了。半个月前我还见过的那核桃树不是一般的高大，只可惜当时看核桃都没成熟，所以没有当回事情。现在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不过要是真能卖到个好价钱，就算把整个大山翻过来，我也要去把它找出来。小娘子，老夫姓宋，不知道如何称呼。我姓苏。苏娘子，你刚才说的可是真的？如果你真的找得到那核桃，我就跟杨家说上一声。宋大夫心里也着急，现在方子是现成的，药材也近在咫尺，大好的机会不能放跑了，毕竟那可是通州城知府杨大人家。好啊，另外问一下他们家明天要不要买菜，我这次是专程上通州卖菜来的。宋大夫一怔，果然还是个乡下妇人，她不知道自己只要找到核桃就能挣到一辈子都见不到的那么多钱，心里还惦记着那几文钱的蔬菜，实在是可笑又可爱啊。那必须是需要的。苏娘子的蔬菜要是多的话，能否给老夫也卖上些？那就太好了，那我明天给你送到门上。那核桃虽然挣钱，但马上就拿出来未免太假了，还是先挣点菜钱，给家里带点东西回去，过些天再到通州来一趟。宋大夫转身进了柜台，提笔在纸上写了些什么，然后折叠起来交给小六。你送去杨府，我也一起去认认路。到了杨家门口，苏如意才明白过来，原来这杨家不是一般人家，人家是做官的。你知道杨大人是谁吗？小六骄傲地看他一眼。不知道。杨大人是通州的知府大人，你要是真的能够找到千年核桃，为杨大人做成了这件事，够你一辈子吹嘘的，说不准就此和杨大人搭上关系，飞黄腾达了。飞黄腾达哪有那么容易？要是自己没本事，谁想拉你都是白费劲。嘿嘿，小六笑着竖起大拇指，没想到你还知道这个道理，就凭你这么明事理，你们家以后肯定能出有本事的。随后苏如意又让小六指了几家大户，这些人家主人多，下人也多，每天吃的菜可不少，不过人家每日有专人送菜，你就是送上门，人家也不一定要。那可不一定，既然人家有专人送菜，那我明天就挑些反季蔬菜来卖。有钱人家吃的讲究，想必不会拒绝餐桌上的菜肴换一换品。晚上，苏如意找了个无人的小巷子，进入太阳光明媚的空间。早上就将屋里面的蔬菜都搬到了树下，屋里只留下引子，现在屋子里面又是满满的收获。现有屋里跟树下的这些蔬菜足够明天拿去卖了。次日在空间里睡了一晚的苏如意早早就起来了，她挑了2大筐当季蔬菜出了空间，外面天才蒙蒙亮。挑到杨家时，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苏如意便坐在扁担上面等待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叫道：“苏小娘子，是苏小娘子吗？”苏如意个机灵醒过来，怎么回事？我睡着了吗？刚不是还在想回去的时候要买什么东西吗？这怎么天色都亮了呀？老伯，您是？老夫是杨家的管事，小娘子可是姓苏？是的，我过来给你们家送菜的。宋大夫说你们要的。对，是我们家要的菜。老伯说着就转身招呼人将菜筐子挑进去，然后又问道：“苏小娘子，2筐子菜一共是多少？”我没想到你们家全部要，也没事先计算过，不如老伯看着给吧。苏小娘子莫怪，是老夫疏忽了。那小娘子等上一等，府中计算的价钱再与你结算，可行？行的。听说苏娘子找到过1000年的老核桃树，是真的吗？我哪里认得出是不是1000年的老树？
只是那树干真的老粗了，我当时还采了几个给家里的孩子玩耍，包皮包得手都黑了。那苏娘子怎的没记下位置？核桃可是很值钱的。唉，可不是嘛，我娘都埋怨过我不知道多少次，那日我也是进山迷了路，不小心遇到的。苏小娘子，那你这次回去可要仔细找找，我们家大小姐可等着急用棉。价格方面，只要你将那千年核桃拿来，都好商量。我家老爷夫人绝不会亏待你的。老伯你放心，我定然会好好找的。实不相瞒，昨日我见了杨小姐一面，杨小姐对我一个民妇又客气又礼貌，我便觉得她是个大好人。那是，我们小姐是极好的，见过的都很是喜欢，只可惜那红着。杨管事，今日送来的菜都是极好的，品类又多，日日都能这样就好了。杨管事不由对苏如意又多几分好感，他从怀里掏出钱袋子，拿出5块碎银递过来。苏小娘子，你看这个价格如何？老伯这太多了。多出来的小娘子拿去吃饭喝水，找核桃的事情还请苏娘子受累。苏如意将其中2块碎银还回去，挑起担子，找核桃的事情我会好好去找的，但是这个多出来的钱我不能要。老伯，我就先走了。这个乡下女子实实在在，也不是见钱眼开的，说不定她还真能给自家小姐找回那味珍贵的药材呢。苏如意换了个偏僻的地方，又挑了2筐子菜出来，一连去了4个高门大户才卖完。人家今天的新鲜蔬菜都送到了，还好我这些菜在菜市场找不到，他们才买了一些。2筐子反季蔬菜的价格不错，卖出了250文。苏如意拎着篮子又去宋大夫那里。宋大夫家人应该没有那么多，这些菜一天至少是够的。你们家的菜长得可真不错，苏小娘子，我跟杨家都说好了，其他的药材我都已经准备齐全，你找到那核桃尽管来找我就行。好的，宋大夫。苏如意离开药铺就进找了家早点铺子，拿宋大夫给的买菜钱买了早餐。跑了一早上，他早就累得筋疲力竭，终于可以坐下来痛快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了。从家里带来的钱加上今天买菜快要凑够1贯钱了，只是要买的东西不少，这点钱也不够用啊。做生意要用的铁锅和可以搬动的铁炉子，这可是大头，还需要一个小推车，去的时候还要给路多田带点骨头，养病这个事情可拖不得。试完后就直奔铁匠铺子，经过货比3家和讨价还价，终于在一家偏僻的小铁匠铺下了订单。铁锅和炉子这2件大头就要了3两银子，我挣到的不过是个零头，底层想要买一口锅，那都得花上1年的积蓄吧。苏如意还想着做个小推车，又去找了木匠铺子询问。小推车是老百姓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工具，所以只要了300文，而且还有现成的，随时可以推走。老伯，你这里有轮椅卖吗？什么椅？轮椅就是腿脚不便的人坐的椅子，有2个轮子，坐在上面自己用手转动轮子，可以动。我知道你说的是啥，那个椅子价格可不便宜。那得多少银子？用木轴至少也得2两银子，用铁轴那就更贵，但是铁轴好啊，自己也能把自己转着走。可那价格嘛，3两4两都难说。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的，花这个冤枉钱干嘛？你们家那个坑坑包包的泥巴的，这轮椅走得动，要是身体不好呢，就老老实实在床上躺着就是，没必要做。回去的提醒你木匠，让他用铁轴省劲点，这东西还得在村子里面造，便宜些，不过还得在通州城多留几日，要挣够钱，支付铁匠费用，也正好给铁匠留足时间打锅造炉子，回去的时候就一并带回去了。苏如意又溜达到集市上去，走着瞧着，来到一个老菜农这里。小娘子要点什么？都是大早上从地里揪下来的，就剩这么些了，还新鲜着呢。老伯，你手头有蔬菜种子吗？我买。你买菜种子买多少？自家菜地里种一点就行，这里好多蔬菜都是我那里没有的。老伯，我给你买点，够我们自家人吃就行了。种子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你想怎么个买法？每种种子我只要1点，3文钱的就行了。2个人商量好，明天老伯将种子带来，苏如意给钱。要是草药种子也能这样买到就好了。这个年代种植草药的很少，一般都是上山去采挖，以后自己多上山，多去寻找些稀罕的草药。离开菜市场，苏如意决定直接去找那些大酒楼。根据给那些高门大户送菜一样，苏如意只捡了现在外面没有的蔬菜，将白菜装满1筐子，莴笋和萝卜放另外1个筐子。他这次为了进入空间也是往偏僻的地方走的，没想到一出来拐了个弯就看到一男人对着墙正在放水，他又退到墙后，等了片刻才挑起担子往外走。苏如意着实吓得心脏狂跳，差点直接对到这男人身上去了。妹子真是大胆，躲在这里偷看啊！得，这是遇到流氓了。苏如意脸上冷漠地瞧着他，一点也不怕。让开，你想干嘛？干嘛？不干嘛还能干嘛？说着就伸手过来了。苏如意往后一退，将担子就放下了。哎，这不就对了？苏如意扁担就敲在男人脑袋上，接下来男人都来不及说话就被扁担劈头盖脸地打下来。住手啊！男人一开始还勃然大怒，想要好好收拾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
试了2次，终于认命。嫂子住手，我错了，我知道错了。苏如意没停，来到最后，男人直接趴在地上，有气无力的叫唤：“打死人了，打死人了！”苏如意这才收了扁担，往地上一堆，嘴角似笑非笑的盯着地上这流氓。你喊啊，喊大声点！没吃饭吗？不过你就是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到底谁才是流氓？活了30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彪悍的女人。苏如意第一次手撕流氓，心里这个爽啊！挑起担子，又往男人的敏感处踹了一下。你这小身板，我打一下就爬不起来了，就你还到处耍流氓呢？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吗？以后再干这种事情，看我打不死你！呸，晦气玩意！收拾完流氓后，苏如意直接找了个气派的酒楼，找到人家后厨，分分钟时间就把2筐蔬菜卖出去了。卖得这么顺利，关键是这段时间酒楼里就没有采购到这些菜品。他们这样的大酒楼最爱的就是新鲜的，挣了150文，还是很满意的。第2日，外头还黑漆漆的，苏如意就挑着2筐反季的蔬菜到有钱人家的门外叫卖，但是避开了杨大人家。2担子卖完，挣了300文。然后又去集市找了那个卖菜的老伯，人家一共拿了23种种子来。苏如意买回来后，赶紧将菜种子种到地里去。空间里面也没有锄头，不过后院平整，苏如意随便找了根木棒，然后将所有的种子种进去。这几天都是卖反季的蔬菜，当季的卖不动了，尤其是豆角，就算1天才收获1次，木屋里面也堆了一大堆了。眼下这些豆角只能便宜处理掉了。从空间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苏如意故技重施，又去大酒楼推销了自己蔬菜。反季蔬菜一下子就卖出去了，当季蔬菜别人也收了。这位娘子，你们家怎么你一个女人挑着2个大筐子到处跑？你家男人呢？我男人打仗去了。这样，要是你每天都能供上这么多菜，倒是可以专门给我们酒楼送菜。送过这几天家里暂时没有菜了。那这几日你都把菜送我们这里来，我都给你收了。苏如意又去转了几家酒楼，1筐子反季蔬菜，1筐子当季蔬菜，搭配着卖。这一下午的收获有300文的左右，酒楼给出的价格比早上大户人家的要低一些，买的多都要讲一讲价的。卖完了当季蔬菜，苏如意就把木屋里面的引子撤掉了，只留下反季蔬菜。闲下来再到后院一看，苏如意都惊呆了。早上匆匆种下的蔬菜，现在都已经长出来一大截，绿油油的。看这个趋势，明天下午的时候就可以收获了。次日也是天没亮的时候，从空间把担子挑出来，先去高门大户的院子外面售卖一圈，等到天色大亮，手头获得差不多300个铜板。下午的时候，后院的蔬菜果然都成熟了。苏如意将20来种蔬菜分别搭配，定了51大筐的价格。空间这么多蔬菜数量足够，城中酒楼众多，就算已经提前备菜，面对这样好的蔬菜和便宜的价格，也能再吃上1筐2筐，这样自己也能卖得快一些。苏如意一下午马不停蹄地奔走，竟卖了15筐子，加上早上的，今天终于突破了1贯钱的收入。就这样又在通州逗留了3天，每天都超过了1贯钱的收入。第4天大早，苏如意先去木匠铺子买了小推车，推到铁匠铺子取自己的锅和炉子，花了3贯零300个铜板，总算完成了这次来通州的第1目标。在通州城逗留了6天，家里人该以为自己跟着野男人跑掉了吧？除去买大件的钱，现兜里还剩将近1贯钱。苏如意又去买了5斤羊骨，要了1斤羊肉，另外还买了100文钱的糖和盐，又给家里的孩子们带点桃酥和麦芽糖，东西买的差不多，这才要回去了。不一会儿就走下了官道，在小道上悠哉悠哉地走着，忽然打了个激灵，下意识往后望去，就看到100米外的地方3个鬼鬼祟祟地跟着。苏如意不由惊出一身冷汗，自己太大意了。在通州城这几日，除了那次赌过1次，其他时候都十分顺利。现在对方3个，自己再大的力气也不敢盲目自信。道路两边虽然是荒的长了不少野草，但是野草并不高，没有办法完全隐藏身形。如果再凭空出现1道门，一个大活人一下子不见，他们肯定看得见。不到最后关头，还是不要暴露自己空间存在的秘密。他想着，又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看又吓一跳。苏如意视线落在3个男人后面更远的地方，他们为何会在这里？但似乎也发现了3个男人不是好鸟，一人手里抓着一根木头棒子，躲躲藏藏的样子，真是又好笑又可爱。他们也发现苏如意看到他们了，李宝珠还抬起手打了个招呼，被刘翠拉了下去。苏如意前头还紧着的心一下子就放下了。原来是这样的，让人踏实温暖，哪怕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哪怕以前干仗干得头破血流。苏如意马上转回头，在道路边捡起一块大石头，直接就面对着3个男人走去，顺便对后面的2位嫂子招手，示意他们别躲了。3个男人看苏如意向着自己3人走来的时候都懵了，这个女人力气是大，但面对我们3个大男人还这么嚣张。又见他对着后头招手，回头一看，这才看到身后头的2个女人。3个男人露出嘲笑，怪不得前面的女人一下子就嚣张起来啊，原来是有帮手呀。他该不会以为所有女人都跟他似的那么大力气吧？后面2个女人弱得跟小鸡似的，那棒子拿在他们手里都怕折了他们的小细胳膊。3个男人不甘示弱，也向着苏如意走来。刘翠儿和李宝珠一看，
害怕来不及，干脆跑了起来。苏如意停下步子，轻蔑地打量三人，这才看到其中有一个有点面熟。这不是上次被我打趴下满地求饶的那位吗？上次就看见你后脑勺了，差点没认出来。你别嚣张，今天让你回不了家，在家养了几天，今天一出来就看到这个女人了。之前被她那般羞辱，这口气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你们把怀里的刀啊棒啊什么的赶紧掏出来吧，我怕打起来你们来不及。我呸！你真当自己了不起了？别看你们又是棒子又是石头，我们赤手空拳完全够了。让他们拿刀出来也是想炸一炸他们，要是真拿刀了，得赶紧叫两个嫂子跑路，刀剑无眼，万一戳到一下有可能没命，还是跑比较靠谱。不过现在知道他们没刀，自己也不用跑了。你们想干什么？三个男人有些被喊得有点怒意，其中一个冷脸看了看前后，然后笑起来。这样好，三个女人，我们三个兄弟正好够分。分你个仙人，没屁眼的！今天我不打死你们！说着举着棒子就往前迈了一步。旁边的李宝珠见大嫂往前，她也急忙举着棒子往前。这两个女人一点也没有想要跑掉的意思，再怎么大胆，对方也是三个男人啊！难道他们不知道危险？苏如意微微一笑，你们还不走吗？等一下打破了脑袋，不要又趴在地上喊饶命！还等什么？一人一个。之前被苏如意打过的那个男人不敢去找苏如意，直接转向后面两个。他不信那种怪力女人能同时出现三个，另外两个不知死活，就觉得苏如意这么好看，一个女人打人能多狠呢？你去后面。凭啥我去后面？你去。两个人居然还内讧起来了。你们内讧吧，但我不会等你们。举起石头，电光火石之间就砸向其中那个说一人一个女人的男人。苏如意趁着那两个男人内讧的时候，举起石头，电光火石之间就砸向其中一个男人。那男人蹲下，捂着自己的肩膀惨叫起来。苏如意又往旁边男人身上砸去，这样一来一回，两个男人被苏如意砸得趴在地上哀嚎起来。而前几日被苏如意打过的男人也被刘翠儿和李宝珠打得哀叫不已。大嫂、二嫂，你们先停一下手！去你娘的，还分不分了？刘翠儿一脚就踹在男人屁股蛋子上。不分了，不分了，三个嫂子，我错了，快别打了。这话真是耳熟，上次打你的时候就给你说了，再遇到你干坏事打不死你，你这么快就忘记了？没个屁！苏如意抓住男人的一只胳膊，就是一个过肩摔。今天你们这么惨的主要原因是他，你们两个都被他害了，他最清楚我的能耐，还把你们两个拽来送死。我今天就是刨个坑把你们三个埋了都没人知道，你们信不？三个哎呦哎呦的男人忽然就不叫唤了，害怕自己把这个女人给听烦了，又要再摔他们一次。这个女人真的是又凶又狠，说不定真会要我们性命。不过多亏了你们三个不和，都开始打架了还吵架，让我找着机会了。记住了，下次再让姑奶奶遇到你们，我立马挖个坑把你们活埋了，滚滚快点，我看着你们眼翻。三人一个个跑得飞快，就是姿势看起来相当滑稽。唉，刘翠儿长长吐了一口气，吓死我了！刚才如意，李宝珠的声音带着哭腔。苏如意扭头一看，她眼中都是泪花。二嫂，你这是怎么了？刚才没有受伤吧？没有。如意，你怎么今天才回家？你不是说住一晚就回吗？这个要不是个概述吗？就是我去跟人家说两句，就不是只说两句的意思。你都不知道我们多担心，我跟大嫂都来第3趟了，还以为你……刘翠儿也有些动容，嘴里却硬邦邦道：“你还知道回来呢？还以为你跟哪个男人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呢？不是，我们是以为你遇到不好的事情，怕你受欺负，以为你被人拐去了。一开始以为苏如意跟男人跑了，婆婆坐立不安，去翻了她的屋子，结果翻出嫁过来时带的银簪子，就这点值钱的东西都没带走，那肯定不是跟人私奔。”当天就带着李翠儿赶到通州，婆媳两个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了一天，最后无功而返。没找到苏如意，张氏不甘心，让妯娌两个又跑来找，有一次还从别的门出去了，进城又花了20文，将两个女人心痛的哭了一场。今天他们又来了，不过悲催的是钱袋被贼娃子偷去了，只能就蹲在城门外看进进出出的女人，没想到还真被他们等着了。两人本来是要上前的，但刘翠儿一眼就看到有男人跟着苏如意，便又一把将李宝珠拉住。这几个男人不会跟苏如意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吧？跟着看看先。不过他也长了心眼，两人早早就备好了棒子，还真派上用场了。没事就好，我们快些回去吧。娘看到你肯定会很高兴的。没想到自己一时变卦的想法做法，让家里人担心成这样。苏如意听着妯娌两个的诉说，她眼里泪花一直在打转。你们来的正好，我们现在回去通州城，我买了东西。原本是想到了能看到村子的地方，再从空间将那些东西推出来，现在不行了，两个嫂子在，只能回通州假装将那些东西从通州城里推出来。三人急急忙忙又回到通州城门外，苏如意让两个嫂子在外头等着，她自己进了城，快速去找了家卖包子的，荤素个买了5个，找了个无人的地方，就把装好东西的车子从空间推出来。一出城门，刘翠儿一把抢过推车就往前推去。这一路，刘翠儿和李宝珠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们还从偶尔发出的声响听出是铁具。等下了官道，反复确认身后没人尾随，
终于一把将麻袋揭开，两人愣在原地不知所措。这我们的苏如意，你做什么去了？你杀人放火呀？苏如意噗的一声笑出来。大嫂，你咋想到我杀人放火的？正常不是应该觉得我卖身去了吗？我呸！你说什么不要脸的话？也就是我们自家人，外面人听去了，你还有脸活？我就是看只有我们自己人，我才这么开玩笑的呀。大嫂，你倒是说说啊，你怎么没想过我去卖身？你当我是傻的？你若是真把自己卖了，这个时候不是在大户人家受苦，就是在楼子里面伺候大爷，总之不可能在这里，不如去杀人放火来得靠谱。苏如意这才恍然大悟，这个时代卖身和现代卖身不一样，想偷偷摸摸卖还没有人看得上呢，还怕家里人以为自己去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原来是我多虑了。嫂子，你们不要担心，这几天我都在通州城里面倒卖蔬菜，遇到了几个贵人，总之我运气好，快的就挣到了这么多钱，回头再跟你们细讲。如意，你都瘦了，这几天很累吧？差不多就和之前教的一样累吧，也还行。刘翠儿心里也很不是滋味，赶紧转移话题。这锅里是啥骨头和肉？我闻着味道像羊肉。但还剩下一些钱，我就买了骨头给大哥补补，吃啥补啥吗？又买了1斤羊肉，也让大家尝尝滋味。刘翠儿急忙背过身去，呜呜声却压也压不住。弟妹，你这样想着我们，我对不住你，我还在心里骂你呢。大嫂，你哭啥？你骂我有啥？之前我不也骂你了吗？你刚才还不顾危险举着棒子上前护着我呢。你们两个就是我最好的嫂子。我想到你在外头不知道吃了多少苦，还惦记着家里人，想着给你大哥补身子，我还在心里不高兴你。我实在难受。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辛苦，快别哭了。你和二嫂为了找我腿都跑西一圈了，我也心疼你们呢。但就知道你们肯定饿着肚子，刚才进去专门给你们买的热包子，趁热吃。刘翠儿和李宝珠一听又哭了出来，苏如意的眼睛也是花的，此时的真情流露实在叫她也控制不住受了影响。她急忙给二人一人塞一个肉包子，一人一根黄瓜，自己提起推车往前走。你们吃，边吃边走。如意，你做什么？放着我们来。两人手里拿着东西，还想跟他争抢。不用，我今天特意吃饱喝足吃出门的，你们吃吧。二人这才作罢，小心地咬了一口包子。是肉的呢，通州城里面的肉包原来是这个味道，好吃。说是肉包子，其实还是菜多肉少，以后赚钱了我们自己在家里包，放多的肉馅，比这个好吃100倍。如意，你当家，听你的。直到现在他心里才承认了苏如意当家人的位置。如意，你说咋办我们就咋办。早先好久我就觉得他行，只要如意一直是这个如意，家里一切都会好的。刘翠儿的目光落到了锅和炉子上面。如意，你是想回家喊人到通州城把这些个弄回家吧？我们今天也是来巧了。讲真的，一般人还真不敢单枪匹马推着几两银子走这么远的路，我就是这么想的。结果你们刚好在，省得再跑一趟了。两个嫂子一听，高兴的面色都红润了。如意，你买这些回来是想做什么？我想在镇子口支个摊，不能指着家里的庄稼过活啊。我们家用钱的地方多，至于卖什么，我还在想。刘翠儿和李宝珠啃着黄瓜，咔嚓咔嚓的也陷入了沉思。哥，以前我们根本不会去想这个事情，没想到现在居然有机会去想了，这感觉真好。三人走得很快，第一次有说有笑的走到村里。如意，你回去了别跟人家说你去了通州这么多天，我们都是给人家说你回娘家去了，你知道的吧？我知道了。回到家的时候正是傍晚，院子里静悄悄的。娘，你快出来看看谁回来了。张氏正在灶房里面搅着锅，锅里没有几粒米。大郎蹲在灶堂边烧火，忽然听到娘亲的声音：回来了，奶奶三婶也回来了。大郎才起身，张氏就举着勺子叫骂着冲出去了。苏如意，你这个祸害，你还知道回来？你咋不死外头啊？苏如意和两个嫂子已经把车子推了进来，就看到婆婆冲出来了，一边喊着一边拿勺子就往她身上招呼。我打死你！你是能耐了，逃这么久还知道回来？你这么有本事，你倒是找个老爷再把自己嫁了呀！张氏这样的反应跟想象中的还真没啥两样，只是那勺子打在自己身上一点也不痛，反倒像是温柔的抚摸。刘翠儿和李宝珠赶紧一左一右把婆婆拉开。娘，你别打如意了，如意这些天受苦了。是啊，那你消消气。好得很，你们两个如今都向着他了是吧？娘，瞧你说的。苏如意大步一跨，把她往推车边拉了一拉。娘，我知道错了，你瞧瞧，我带好东西回来了。张氏被苏如意这亲昵的一晚，整个人都不对了。这死女子啥时候这么亲近自己了？随着破麻袋被揭开，张氏大叫一声：苏如意，你杀人放火去了！怪不得婆婆和大嫂关系近呢，就是一个脑回路啊。刘翠儿也忍不住笑道：娘，你说啥呢？苏如意趁着家里人围着推车长吁短叹的时候，拉了刘翠儿进屋去看陆多田。多田，如意回来了。刘翠儿语气里都是欢庆，如意这个称呼也已经叫得特别顺口了。弟妹，你可回来了，
这几天你辛苦了。大哥，我不辛苦，你好些没有？胸口还疼吗？又请大夫来看过没有？你大哥说他感觉好多，也没有去请人家胡大夫，反正也没啥事情。多田弟妹一直惦记着咱们呢，这次还给你买了羊骨头回来。陆多田手足无措，笨拙道：哎呀，这我大哥你就安心养着，羊骨头也没买几根，咱们先补着。哪里没几根？如意，羊骨头是好东西，可补了。嫂子谢谢你了呀。跟陆多田简单说了2句，就听到外头的婆婆大喊着她的名字。苏如意。苏如意转头应了一声，哎，来了。大哥，我就先出去了。这个家还得有苏如意在，她一回来就热闹起来了。这几天家里压人的很，这会儿那感觉可算是散去了。张氏找苏如意自然是问哪里来的银子买这么3件大家伙，他就将自己遇到杨小姐这个贵人的事情进行了一番改编，说是托了杨家的福，找了个好差事，还有何涛的事情也说了，人家杨家也是看在何涛的份上对他多加照顾的。啥自己这卑贱儿媳居然和通州的知府千金说上话了？张氏震惊之后再也顾不上打听苏如意怎么挣的钱，反正肯定多的是路子让人挣到钱。苏如意饿了，到灶房一看，锅里果然清汤寡水。今天人多了，这饭不够。娘如意从通州给大家带了包子回来，包子不够，还是多弄点饭，今晚上大家都吃个饱。娘，今晚能不能把骨头炖上，再炖点肉，大家都尝一尝？你说弄就弄呗。娘最好了，我们今晚就炖着吃吧。行行行，炖就炖，反正我又不当家了。张氏这样说，有一点赌气的意思，但更多的却是轻松。张氏将长骨头砍断，说是这样才能把骨头里面的好东西炖出来。肉本来就不多，苏如意直接切下一半让炖上，剩下的骨头和羊肉都给大哥留着，他吃的好点才能好得快些。晚上吃饭的时候，张氏每人分大半碗米粥，浇一勺子羊骨头汤，再放2片肉。这次连陆多田都是一样的，反正那些骨头和汤以后都归他，今晚上就让大家都多吃一小口。大家都默默地先喝汤吃饭，把不大的2片肉留到最后。苏如意，那明天咋办？大家都上山去找核桃树，现在能吃上羊肉，喝上羊骨头汤，买锅买炉子，不是全亏了人家贵人？这份恩情不敢忘，退一万步讲，就算没有恩情，知府千金的事情，一般人也不敢怠慢啊。不着急，人家没有急着要，其实人家是着急坏了的，只是还得叫他们再等等。千年核桃树哪里是那么容易找的？越得之不易越珍贵。你可不能钱拿到手了就忘记人家的恩情了，这种想法可要不得。娘，你说哪里去了？人家那么大的官家，我就是有10个胆子也不敢欺骗他们，是吧？张氏心里还是怪担心的，害怕苏如意突然又发疯犯浑。我这么多年也没在山上看到过核桃树，这个事情拖不得，不能把大老爷的大事情耽误了。要我说，明天大家都山上去找，早一日找到早一日心安。娘，核桃的事情我心里有数，你们都不要操心，明天该干嘛还是干嘛。2位嫂子，你们明日还是跟娘下地，别的都交给我。如意，你明日做生意的事情也不需要我们帮忙吗？张氏才记起这一茬。你弄这3个宝贝回来要做什么？做生意，我打算去镇子口这个摊子。想好做什么了吗？想好了，做卷饼。卷饼长什么样子的？就是我明天做给你们吃，好不好？4个孩子的眼睛像火炬一样炯炯有神地望过来。三婶，我们自己也可以吃吗？当然可以吃，三婶还想听你们的意见，看到底好不好吃呢？如意，你说说这个饼需要什么？家里的面不多了，主要是用白面、鸡蛋，再准备点黄瓜就行。到时候我再去镇上买点大酱，卷在里头有味。对，还要去买点豆油。孩子们馋得咽口水，恨不得马上就到明天去。三婶，家里的母鸡下蛋了。真的吗？那还能有假？为了2天麸皮玉米，吃得好了就下蛋了。第2天，灶房里面叮叮当当的，刘翠儿和李宝珠都在里面忙里抽闲的唠嗑。我就觉得我们家现在是转运了，你看大哥的脸色都比以前好了，过不久骨头应该就长好了。我想想，这还得感谢我和娘，是不是那次他昏了一次爬起来就开始变了？我那一推得好呀。如意，你起了。刘翠儿见苏如意出现在门口，赶紧闭上嘴。刚才说的话她应该没听到吧？大嫂、二嫂，你们这么早？不早，吃了早点下地。姨，今天小兔崽子们咋还没起来？我去喊他们。说完赶紧离开了灶房。爱昨天就因为在心里骂了苏如意大哭一场，今天又在背后说她，还被撞到了，她不会以为我不是什么好东西吧？刘翠儿心里颇烦，大声嚷嚷着：太阳都晒屁股了，你们还不起床？孩子们接连起来，热闹的清晨算是正式开始。吃完饭，张氏领着2个儿媳下地去了，还把牛儿和壮儿也带去了。2个小朋友一走3回头。三婶说了，今天给做卷饼让我们尝呢。你们去吧，三婶等你们回来再做饼子。2个小朋友眼睛一亮，高高兴兴地追自己娘亲去了。苏如意回屋子进了空间，
特意去观察了一下核桃，隐约有发黄的趋势，这是快要熟了。看样子今年过个肥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出了空间后，苏如意挎着篮子直接去了李木匠家。李叔，我今天给你带坐轮椅的定金来了。李木匠眯着老眼看他，你真要坐那个轮椅？当然要坐，我大哥用得上。你们家有这个钱在我这里折腾那个轮椅，还不如给家里多买点粮食补补身子，把身子养好了比什么都强。我看就做个一般的意思就行，只要200文，多天能做起来，跟家里人一起吃饭，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就可以了。你别怪我多嘴，都是一个村子的，也不好叫你们花这冤枉钱，搁别人我还不提醒呢。李叔说的是，这些我都考虑过了，但还是觉得我家大哥需要一个轮椅，我先给300文的定金，后头的另外再算。苏如意说着就拿出来放在面前的木头板子上。还有，我听说轴承要用铁的，活动起来才轻巧，您看着也给弄个铁的吧。李木匠一听，立即抬起眼皮，死死盯着苏如意。还要做铁轴的，你知道铁有多贵吗？不做铁轴的不行啊，木轴的转不动，白花那个钱不是。你们家能把饭吃饱不？李叔，你尽管去做就行，这钱保证不会少你的。你婆婆咋说？我们家现在我做主，我说做，我婆婆肯定不会说不做。李木匠不由想起自家人对苏如意的闲话，都说她现在开始顾家了，难道是真的？李叔，你家有鸡蛋没有？我买上一些。李木匠收了面前的一小堆铜钱。我们家不养鸡。苏如意从木匠家离开，直奔胡郎中家。上次胡郎中还给大郎他们鸡蛋，所以他家肯定有。苏如意到的时候，胡郎中的小孙子一个人在院子里面玩耍。姨，你找谁？你好呀，你们家大人在吗？只要我爹在，我爷爷带我哥上山挖药材去了，我奶奶和娘去镇子上了。哦，那能不能叫你爹出来说个话呀？我想跟你家买几个鸡蛋。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鸡蛋我能与媳妇拿去镇上卖了，家里没有了。那好，那我去别家问问，打扰了。苏如意直接挎着空篮子回家，然后就去了灶房。大缸里都没水了，估计这些天大家都各种新浇，顾不上打水了。他将灶房的破门一关，打开空间的门，拎着水桶就进去了。往往回好多趟，总算是把水缸填满了。下午捡柴火的孩子们回来了，大家把整齐放在灶房里面，看看锅里，又跑出去看看院子里的小炉子和小铁锅。几个人相互看看，眼中不由失望起来。苏如意从屋里出来，几个孩子都看向他，杏儿犹犹豫豫地开口：三婶，你今天还做不做卷饼啊？错，三婶是说话算话的人，既然都说了，当然要做呀。晚上就吃卷饼配稀粥，另外再炒个菜。孩子们的脸上写满震惊。还要炒菜？是哪有炒的菜吗？是用油炒出来的香喷喷的菜。大了，带弟弟妹妹摘些豆角回来，摘多多的。好。一群孩子跑着就往后院去，欢快极了。大了，摘了豆角快回来，看着锅里，我出去一趟。还有，谁都不准往粥里放菜了呀，一定给我看住了。好，三婶，我快的就去守这锅。苏如意又挎上篮子就出门去买鸡蛋。虽然村里人对他还是看热闹的观望态度，却也不会跟钱过不去。你要买鸡蛋啊？是怎么买的？跟镇子上面卖的价格一样，3文钱2个。这个价格很好，省了大家的专门跑一趟镇子。一连走了3家，大家都爽快地将自家攒的鸡蛋拿出来卖了。苏如意走到院门口，就听到大郎在大声反抗。不行，三婶说不让把菜放稀饭锅里。大郎，你是不是皮痒了？你三婶说炒菜就炒菜，拿什么炒？我看我先拿棒子把你炒了。苏如意进院子，看到刘翠和李宝珠都在院子。难得的是，刘翠今天居然没有跟着婆婆去收拾自己儿子。如意，你回来了。刘翠似乎是故意的，声音特别大。娘，不要把菜往锅里放啊，今晚上不吃那个。苏如意，你又搞什么幺蛾子？我才把家给你，你就要一口气吃空啊？娘，你搁院子里歇着，你在这里管这管那，我还怎么当家呢？嘞，苏如意把篮子往桌上一放。二嫂，你帮我看着点，刚买的鸡蛋不要给打翻了。傻，你还买鸡蛋了？张氏一个箭步冲过来，被篮子里面这么多鸡蛋给吓傻了。这得30-40个吧？明天去挣钱要用的。正要发飙的张氏又把话收了回去。等苏如意去了灶房，刘翠儿压着声音道：娘，你气啥气？我看弟妹心里有数。好你个刘翠儿，胳膊肘子也拐他那边去了吧？娘，你想想，这样不是也挺好？你以前不是总是为吃发愁吗？现在不有人帮你愁了？哼，我怕他带着一家喝西北风去，我还真是没有享福的命，老是爱操心，就叫他折腾去。再不济，那铁炉子和铁锅以后也能卖出几两银子来。晚上，苏如意招呼着大嫂、二嫂把院子里面的铁炉子烧起来。应该是先烫饼子后炒菜，炒个豆角而已，很快的。苏如意从面缸里面挖了一碗粗面，用缸里的水调成糊糊，再敲2个鸡蛋进去，又加了1勺咸盐进去，搅散。一家子大的小的围着他，备受瞩目。这个时候，一个不属于陆家人的咳嗽声突然加入进来。李木匠，你咋来了？他看一眼苏如意，苏如意猜到老头儿的想法，他
他看着老人家什么也没说。张氏，你到这边，我跟你说个话。说着就往大门边走了走。张氏奇怪，也跟了过去。大嫂，油罐子。刘翠答应上，往婆婆屋里去，抱着油罐子出来。我要开始烫饼子了，正好李叔也在，让他尝尝我的饼子好不好吃。苏如意拿筷子戳了一大坨，放进烧热的锅里，白白的油膏一下子就融化开来。她抓着把手划了一下锅，就听婆婆那边大叫一声：“苏如意，